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本期的视频中，我会教大家使用 WordPress 搭建一个既专业又好看的一个电商网站。在设计这个网站的时候，我借鉴了世界上一些顶级电商网站的设计和功能，比如说速卖通、沃尔玛、亚马逊，还有淘宝。我们将要创建的电商网站具备许多高级的功能，高级的 Meta 菜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超级菜单，客户直接购买的功能增加到购物车，愿望清单功能，产品对比功能。我们把两个产品加了对比功能以后，在这个页面的话可以详细参数的对比，快递自动跟踪等多个强大的功能，网站完全可以适配我们的，而且这个网站可以完全适配，不管是我们电脑端还是手机端，还有平板都没有问题。还经过 SEO 设置优化可以帮助你在 Google 的搜索结构里面获得一个更好的排名。你不需要任何技术和编程的知识，只需要简单的拖放操作就可以完成整个网站的搭建。在开始创建之前，我先给大家快速展示一下网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制作的网站的案例。当你今天跟着有风做完以后，你也可以制作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专业的电商网站的话。最顶部有我们的导航菜单，顶部的导航菜单的话，提供了10到12种不同的预设头部的样式，可以根据你的产品的格调来设置一下顶部的显示效果。如果说你不喜欢头部这种效果，你到时候还可以改成其他显示效果。接下来的话，这里会有一个搜索框，你只需要在里面搜索你想要找的东西后面的话它就会，你只需要输入1到2个字母，系统就会自动推荐相关的结果。这是一个实时搜索功能。接着的话是右边这里我们有一个账户，还有愿望清单。左侧的话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超级菜单功能。如果说你有多个分类，如果说你卖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杂，你可以在这里创建相类似的菜单。我们将学习怎么样创建 Meta 菜单，也就是像这样的超级菜单。接下来的话，右边的话会有一个轮播图，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进行切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漂亮的产品分类，你把鼠标放在上面以后，它会进行一个放大在这个地方打折产品的销售倒计时，这里可以来设置，它显示的非常的直观。有任何打折的产品都会实时显示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在产品上面点击这里增加购物车，增加购物车以后，下面它还会推荐相关的产品和我们这个相关的产品可以促成更多的一个成交。接下来我们打开单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平板电脑。通过本期视频的学习，那你可以为任何类型的产品创建一个电商网站，不局限于我们今天所展示的，无论是电子产品、美妆、家电还是时尚服装都可以。你还可以为产品制定你的标签，显示产品的评论数这里我们有评论数，还有价格显示的方式。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设置多 SKU 的产品。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 SKU， 比如说这个笔记本电脑，你可以选择它的处理器，可以选择它的硬盘容量这种的话是比较复杂的设计。当然如果说你的产品只有一个 SKU， 那设计起来就更简单。如果说你不想经过加入购物车，你可以直接点击Buy Now 进行购物结算。在结算页面中，你可以自定义选择支付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支持 PayPal 付款，可以支持微信付款，可以支持支付宝付款，当然信用卡付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右边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优惠券。使用优惠券的话，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以使用优惠券来提高我们商品的转换率，以及如何设置不同的配送费和税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快递费，比如不同的城市设置不同的快递费。在产品的底部，你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小标签，你可以设置一些，比如说顺丰包邮，几到几天到，7天无理由退换货赠送什么赠品之类的都可以写到这里。再往下面走，你可以看到产品的详细的描述，整个产品这个描述页面可以做得非常漂亮。等一下的话，我都会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排版布局。你可以在描述中上传视频、上传图片。此外，上面这里还可以看到产品的相关评论、产品的额外信息，比如说一些退款信息、退货政策，都可以通过自定的标签设置到这个位置。这个网站还支持非常强大的过滤功能，比如说按品牌进行一个筛选，按价格进行筛选，或者说按照产品的一些
性能进行筛选都没有问题。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网站里面安装邮件、安装收集邮件列表的功能。当访客来到我们网站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弹窗弹出来，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留下他的邮箱号，我们给他一个优惠码。那在后面我们进行2次触达的时候，可以做邮件营销来提醒他。当我们要搞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的顾客群发邮件，来增加我们网站的流量和销售。最后，网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中心。我们会为客户创建一个文档页面，让他们可以查询他的一个订单取消、包裹跟踪等等。那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订单查询，他可以输入他的邮箱号，输入他的 ID， 那就可以进行一个查询。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制作关于我们页面。在关于我们的页面，你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的情况，你们卖的产品，你们的一些产品理念。在联系我们页面，你可以把你们公司的联系地址、电话等等放在这个页面里面。那客户的话还可以通过表单给你们提交留言来反馈一些问题。总之，这个网站的功能非常的丰富。如果你喜欢刚才有风展示的这个网站，想自己动手创建，记得把本期视频看完。如果说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在视频评论区给我留言。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创建这个网站。无论你想创建什么类型的电商网站，还是像有风这样的博客网站、企业网站、会员网站、资讯网站等等其他任何类型的网站，首先我们需要2件比较基本的东西。第一个是域名，我们顶部这个网址，还有一个就是主机。域名简单来说就是访问你网站的名字，还有就是这个网址。比如说我这个网站叫做 AI 有风.com， 还有什么百度.com、google.com， 这些都是不同的域名。当别人想访问你网站的时候，只需要在浏览器中输入这个域名就可以进入你的网站。其次最重要的就是主机。主机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服务器或者计算机，你的网站的所有的内容，包括页面、产品、数据库，都会保存在这个服务器上面。这个服务器需要全天24小时运行，这样无论用户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访问你的网站，网站都能正常展示。所以主机对于你网站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网站的速度、性能、用户体验搜索排名甚至安全性都与主机密切相关。如果你选择一个好的主机，网站的速度和性能都会非常棒，用户体验也会更好，网站的安全性也更高，不容易遭受攻击或者入侵，搜索引擎排名的话也会有所提升。反之，如果选择了劣质的主机，所有这些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市面上有成千上万的主机服务，但真正值得选择的并不多。那我测试了非常多不同的主机服务，测试下来感觉比较好的主机的话有 Hostinger， 那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我所有的网站都是放在 Hostinger 服务器里面的。打开 Hostinger 以后，它的界面是英文没有关系，它支持中文，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然后选择这里中文。所以说这也是我比较喜欢 Hostinger 的一个原因，它还支持我们中文客户。那后台的话也有中文的界面，它的价格非常实惠，而且同等价格上面的话，它的性能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并且受到了 WordPress 官方的推荐。在 Hostinger 的页面，你可以看到它在 Trustpilot 上面的评分也非常的高，在 Google 上面的评分，还有不管在其他平台的，不管是还有其他2个平台，总体评分都非常的高。来到这个网站以后，我们可以点击顶部，这里有点击顶部，我们点击自托管 WordPress。包含高级的内置功能和 AI 功能，我们选择这个。我们往下面拉，它提供了3个套餐，第一个是高级，第二个是商业，第三个是云计算初创企业。云计算，那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中间这个 Business 商业的这个套餐，用来创建我们今天的网站。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大概提供的一些功能。在这个主机里面，我们可以搭建100个网站。比如说你今天创建了一个电商网站，明天想为朋友、为客户或者为自己再创建另外一个博客、另外一个电商网站、企业网站，你都不需要再额外购买主机。那每个月的访问量可以达到，每个月访问量，那你的访客即使超过10万也没有问题。这个对于大多数网站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而且它的一个储存方式支持 NVMe，NVMe 这种储存方式目前是最快的储存方式，能够大大提升网站的加载速度。此外，你还可以，那相比我们前面这个套餐适用的 SSD 就是比较常规的储存方式啊，NVMe 的话就是一个超快的储存方式。另外，如果说你购买1年，你还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域名。免费的域名是第1年你的域名不需要付费，那第2年你才需要付费，它会免费赠送你1年。第2年这个域名只要你续费，这个域名就是第2年只要你还要续费啊，域名依然还是你的。它还有无限制的 SSL。SSL 有什么用？它就可以我的网站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它可以进行一个加密传输，这样我们的网站数据会更安全。还有一个中间这个商务套餐，我比较喜欢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每日备份或者说按需备份。第一个套餐的话是每周备份，因为作为一个电商网站来说，数据安全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进行每天的备份。如果说万一我们的网站被黑客攻击了，我们可以在 Hosting 后台点击一键恢复到我们前一天的数据。恢复我们整个网站的数据。下面还有免费的 CDN 第一个套餐没有，第二个套餐 CDN 有什么用的？它就是一个全球加速。你的访客，比如说在美国，它就可以从美国调取数据，美国的访客访问起来就会更快。它会根据你的访客的地理位置，从当地进行一个数据的调取。在当地的朋友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它就会感觉明显快很多。假如说我们选择中间这个套餐，我们点击这里选择套餐，进入这个页面以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选择你要购买多长时间。做网站来说，一般都是比较长远的一件事情。你不会说我网站只做1个月就不做了，做2个月就不做了。我们一般是按年计算，要不你至少要做1年、2年、3年、5年。你的网站做的越久，那你的网站做的越久，在 Google 上面获得权重越高，那你获得的免费流量就会越多。所以说做网站是一个需要耐心持久的事情。如果说你只买1个月的话，价格是99非常贵，不推荐大家。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选择购买24个月或者48个月，也就是2年或者4年。如果说你买4年的话，它还另外赠送你3个月。它们的唯一区别就是你可以看到下面，到时候你续费的价格有所不同。如果说你买48个月，4年以后你的续费价格是64，那买24个月2年以后续费价格是71，12个月到时候续费是85。那你买的越久，你买的越久，你就可以锁定这个优惠。以后的话，你续费的话，相对来说会便宜更多。下面这里都写有个免费的1年域名，第1年的域名钱你不用给，第2年继续续费，域名依然是你的。一般的域名就70-80块钱，100多一点点，也不是很贵。然后这里你可以用你的 Google 账号直接进行登录，或者说你在这里输入你的邮箱和密码进行一个账号的创建。它的付款方式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好，它支持支付宝付款，还同时支持信用卡付款。同时的话，如果说你连支付宝信用卡都没有，你还可以用你的银联卡直接进行付款都没有问题。PayPal 付款也是可以的。我们选择支付宝进行付款。右边这些信息你可以暂时不填，后面进行补充也可以。使用有风的链接进行。如果说你使用有风视频下方的链接打开了这个网站，另外你还可以获得20%的一个优惠。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优惠利用起来。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退款保证，30天以内有任何不满意可以申请退款，点击这里提交安全付款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当你注册好你的 Hosting 账号以后，我们来到 Hosting 的后台，你可以点击左边这里，你可以点击左边网站，然后点击这里增加网站，我们选择 WordPress。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网站。WordPress 的话，它是一个全球非常主流的网站程序，基本上全世界的网站有70%-80%以上都是用这个程序搭建。它里面内置了非常强大的功能有任何问题，我们在网上搜索，基本上都能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案。我们这里设置我们的后台的管理语言它支持的语言非常多你可以来选一下英语、日语、法语、阿拉伯语都可以。这里填入你的管理员电子邮件，这个非常的重要。以后在你登录你的网站后台的时候
那就需要用这个邮件进行一个登录。下面设置一下管理员的密码，密码的要求比较高，需要符号，需要数字，需要大小写，那大家按照要求填写，然后点击下一步。这里他问你网站需要搭建什么样的类型这上面的话类型随便写无所谓，等一下我会教大家用专业的电商模板来搭建这个网站，所以说这里我们这里可以选择其他，点击下一个。接下来他会叫你选择网站的模板这个模板的话我们不用选，因为等一下会教大家安装一个专业的电商模板。但是如果说以后你自己要做网站，那你可以在里面来选，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模板，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网站的类型的模板。那不过今天我建议大家还是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制作你先熟悉一些基本功能，那以后你在制作网站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那你才知道你哪个地方不会做，哪里有问题。我们这里点击创建空白模板，接下来他会问你安装一些插件这些插件我们都不需要，我们点击这里跳过就可以了。他问你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网站的功能我们这里不需要，我们点击跳过。接下来这一步的话，如果说你购买了 Hostinger 的1年的域名在这里你可以输入你任何你想要的一个网站的名字。下面的话它会出现下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域名的后缀，比如说 net shop online 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这种 com 的域名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购买1年第1年的域名的话，它是免费赠送给你的第1年的域名它是免费赠送给你的，那你第1年的域名钱你不用给你可以在这里挑选一个你喜欢的域名如果说到这一步你的域名字你还没有想好，没有关系，你可以点击右下角使用临时域名先来进行一个搭建。因为刚开始我们最开始说了 Hostinger 里面可以建100个网站你不满意你删掉重建就可以了。第一次来做你只是进行一个练习所以说无所谓，你可以选择临时域名。因为我之前已经买了 Hostinger 的话已经赠送了我相关的域名，我直接使用我这个域名，点击下一步。这个时候 Hostinger 会把 WordPress 的网站程序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等一下安装好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发布文章、上传产品安装模板、安装插件等等这里可能需要1到2分钟。今天的视频比较长，如果说你一天没有看完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先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一下你可以分几天慢慢来观看。当你观看完本期所有的视频，并且跟着我实操了一遍，我相信你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那你也可以你会发现你学到了非常多专业的知识。当网站程序安装完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 Hostinger 的后台，它会自动跳回到 Hostinger 的后台。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点击右边这里管理面板，就可以进入我们网站的后台。上面的话有个弹窗被阻止了，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总是允许，点击完成，再点击管理面板，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网站的管理后台。那网站分为前台后台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网站后台给大家看一看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网站的后台了。我们可以点击顶部，这里有个查看站点，你点一下它，你可以事先来预览一下我们刚刚搭建好的网站的功能。那这个网站的模板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换掉，最终的话就做成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网站效果。大家只要跟着我的一步一步的步骤，那你也可以，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实现。在 Hostinger 后台，我们这里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主菜单，那你可以点击这个主页或者网站之类的，你再点一下它，点到这个网站以后，右边的你还可以安装，继续来增加其他网站都可以装100个网站都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刚才这个网站你不满意，你不想要，点击这个3个点把它删除掉就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网站的后台来一步一步给大家讲解一下。进入网站的后台方式，除了通过 Hostinger 进入，那以后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后台也很简单只要你记住顶部这个区域，就是在你的网站后面打一个斜杠，然后再输入 wp-admin 下次的话也可以进入你的网站后台。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当你输入你的网站名加一个斜杠 wp-admin，然后它会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在登录页面需要输入我们刚才的邮箱密码，点击登录就可以了，这个都很简单。
进入后台以后，默认它会显示 Hostinger 的这个插件的内容，但是真正的后台的话是这个仪表盘。我们点一下，在仪表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网站的一些站点的健康状态等等近期的评论，还有活动新闻，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有用。那我们需要我们的网站后台干净简洁一点，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显示选项，那你可以把这些勾的话全部都去掉。让我们的整个网站后台看起来更干净清爽。左边这里有个文章，以后我们要写文章的话，都是在这里写。你可以点开所有文章，那你也可以写文章，那可以对文章进行一个分类都没有问题。下面有媒体，媒体就是我们网站的图片、我们网站的视频全部都可以存放到这个位置。你可以点击这里增加，把你网站需要的图片传进来。接下来的话，这个叫页面。页面有什么用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有关于我们的页面，有联系我们的页面。那这些页面吧，一般是比较固定的，而且你会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展示我们网站比较重要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联系我们的页面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新建页面来设计我们整个网站。等一下后面的话我都会教给大家。接下来这里是评论。如果说有人在你的文章下面发表评论，都会出现在这个位置。那你可以把这个评论标记为垃圾邮件，可以把它删掉，可以移到回收站，或者说回复它都没有问题。再往下面走，这里有个外观，外观就是我们网站的模板。现在默认的话是这个模板，那等一下我会教大家安装设计一下，成为这样的一个模板的效果。里面提供了一些内置的模板，如果说这个模板你不需要，点一下它，那点击这里删除就可以。如果说你想换一个模板看一下什么效果，也可以，你点击到在模板上面点击这里启用，启用好以后来到你的首页刷新一下，那你的首页就会进行一个更改大家可以看到模板变好以后，模板更改完以后，我们的首页就会跟着变。不需要的话，建议大家都可以把它删除。添加新的模板，直接点击上面安装新的主题就可以。接下来左边这个地方就是插件，插件的话就像我们手机的 APP。WordPress 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的插件，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些功能，那在这里面的话都找得到。来到这个页面，你直接搜索你想要的插件名字，然后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网站里面，可以给你的网站的话增加非常多强大的功能。在用户这个页面，那因为我们是电商网站，所有注册你网站的用户都会显示到这个位置。我们再看这个设置，在设置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通用常规，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标题、网站的副标题，你可以进一步阐述。你还可以设置一个网站的站标，网站的站标是什么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 Hostinger 的站标，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一个 H 紫色的 H。Google 的站标我们就像一个 G 一样这就是我们网站的站标。这里还可以设置我们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如果你要改的话，你在这里改。还有成员资格，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勾上，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商网站，我们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来注册。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日期显示的格式，可以选择这个2024年9月11日，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格式都没有问题。最后设置好以后，一定要点一下这个保存更改。刚最开始我说了，我们搭建这个网站呢，你不需要懂代码，那也不需要懂编程，我们就可以来搭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在搭建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电脑上安装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的话叫做 Elementor。这个插件有什么用呢？即使你通过这个插件，我们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来布局我们整个网站，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就是 Elementor 的免费版就可以用了。当然 Elementor 也有一些付费更高级的功能，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如果以后你有需要，你可以来选择，但是今天我们用免费的就可以了。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插件，这里安装新的插件。在安装新的插件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已安装插件，那我们可以把之前不需要的插件的话先把它卸载掉，因为你的网站插件也多，那可能后面会影响到你网站的一个性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全选以后，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Lightspeed Cache
这个插件的话是一个缓存插件，我们把它取消掉啊，其他插件我们先把它全部选中。这缓存插件有什么用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访问速度啊，这个插件我们可以先把它留下来。我们选中后点击这里有个禁用，点击移一下应用。我们把我们刚才选中的不需要的其他插件全部禁用掉。禁用掉以后呢，我再把它全部勾起来，批量操作，这里点击删除应用。点击 OK， 最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缓存插件先禁用一下。当我们网站制作好以后，我们再来启用这个插件。因为如果这个缓存插件你现在启用到，等一下网站可能不会实时的显示，所以暂时我们先把它禁用掉啊。最后网站做好以后，我们再来把它启用。我们点击这里安装新的插件，我们把这个 Elementor 插件装到我们网站里面来。直接右边这里就可以进行搜索，你搜索一个 Elementor， 这里点击立即安装。我们可以看到安装 Elementor 这个插件的网站已经超过了1000万个。安装好以后，我们记得点一下启用，把它启用以后的话，这个插件才会生效，然后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最右上角这个叉，把它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的一步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安装我们网站的模板啊。我们今天要安装的这个模板的话，叫做 Mota。这是一款专业的电商模板，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个模板的售价的话是39美元，这是一个高级的主题呢，需要购买。那目前呢，它的售价呢是39美元啊，不过不用担心，那这个是一次性的付款啊，不需要持续订阅啊。一旦你支付了39美元，你可以终身使用这个主题啊，未来的所有的更新、设计还有新功能，你都可以免费获得。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费用。另外的话，你还可以获得6个月的免费技术支持。从你购买主题的那一天开始6个月以内，如果你在安装或者说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提交工单，联系他们的客服，他们会帮你解决你不用担心遇到任何技术问题。买这种付费主题的好处，第一个就可以得到一个技术支持。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我们既然做电商网站这一点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的。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在线预览这个主题的购买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来看一下直接点击这个预览它会跳转到这个主题的预览页等一下我们搭建出来的网站的话，就可以搭建出这样的效果，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好看。因为如果说你不懂任何技术，想凭空搭出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的，我们只有借助这些专业的模板来快速的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你直接可以点击这里增加到购物车，点击这里去提交付款就可以了。这里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直接点击这里提交付款就可以了。付款以后你会获得付款以后你会得到这个主题的下载地址。当你的主题下载到电脑上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下载的 Mota 主题的话安装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里面。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模板，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点击这个主题，然后上面这里有个安装新主题，我们点一下，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上传主题，把我们刚才从主题森林下载的 Mota 主题上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这里选择文件，点击立即安装，然后点击立即安装。安装完以后，这里点击启用就可以了。当启用这个插件以后，系统会提示我们安装这些所有必要的插件。那我们这里点击立即安装就可以。我们这里点击开始安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电商网站。电商网站的话，它涉及到的功能非常非常多。那这个 Mota 主题的话，已经把所有我们需要的插件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选，下面批量操作，点击安装，点一下应用。接下来它会把我们所有需要用的插件自动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这里会显示安装的进度，我们一共需要安装9个插件这里正在安装第4个。好了，我们刚才所有的插件已经安装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最左下角返回到返回一下。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插件选中，然后批量操作，这里点击激活一下，然后点击应用。激活好以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你可以看到刷新后台以后，我们左边的话会多了一些功能，比如说 WooCommerce 产品付款方式、分析市场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我们的首页，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页有什么变化。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首页已经变了，现在变成空白的，基本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来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样来设计这个网站。刚才系统默认帮我们安装了这个插件，叫做 WooCommerce。WooCommerce 的话，它可以将我们的网站转换成一个电商网站，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 WooCommerce 上面，点击这里有个设置。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设一下我们的发货地址，也就是这里面的话，你可以填入你一些真实的信息。这个国家地区的话，全世界基本上每个国家你都可以选。我们选择中国。你的产品准备销售到哪些国家？这里可以选，你可以选择到销售到所有的国家，或者说销售到你指定的国家，在下面选择你要销售的国家。我们现在的话可以选择销售到所有的国家。接下来的话，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发货到哪些地方，这里可以选择，也可以指定一些国家。这里填一下你默认的一个地理，这里可以填一下你默认的一个地区。这里有个启用税率，我们可以把这个勾上。启用税率有个好处就是，系统的话以后会自动把税收的话加到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可以自动加到我们的产品上面，可以帮我们省非常多的事情。再往下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网店支持的币种，默认我觉得用美元就可以。如果说你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地区，比如说你只销售到中国，你这里可以选择 CNY 人民币。全部这边设置好，你的地址设置好以后，我们这里点击一下保存，然后我们再点击产品。在产品这个选项卡里面可以设置我们单个产品的一些信息，你所要显示的一些信息。我们再点击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话还有非常非常多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来设置。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朋友，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我们点一下这个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安装好以后，它会把这个页面翻译成一个中英文对照的页面。你可以看到下面可以设置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尺码。如果说你卖的是服装，卖的是鞋，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尺码。你可以在尺码指南里面给买家一些建议。你是比如说160，你要穿。你比如说你身高170，体重120斤，应该穿什么尺码？那么这里可以在我们的产品详情页里面可以加一个尺码介绍，还可以填入我们的产品品牌、产品优惠的信息、产品的标签等等。这个指南的显示方式，我们这里可以选择通过点击一个按钮，然后它的显示位置我们可以显示到在属性的旁边，我们这里选一下。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保存。然后这里有个产品的标签这个产品标签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打开一个产品以后，这下面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产品标签。我们可以在里面来设置要不要显示这个多标签。这里面标签包含描述、评价退款政策等等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把这个的话勾上，点击一下保存。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税收功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增加税收分类这里面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税收的名字。每个国家的话，它可能收的税的话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需要把产品卖到美国，美国的话它就有一个销售税。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美国销售税的话，它每一个地区都会不一样。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页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有很多州，它每个州的税率不一样，有些是 7.62， 有些是 7.81， 有的是 6.97。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话加上一个你的税率，比如说我们收一个销售税8%，你可以针对每个地区的话来单独设置一个税率。当然，你也可以统一设一个税率也没有问题。这里只是给大家举个例，你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增加这个税率分类。选好以后，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点击左下角保存一下。
保存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就有一个7%的税率，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美国哪些州7%的税率，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设置这个是需要花点时间，那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它都会略有不同。那大家先把这个方法学到，那后面的话你们可以下来以后根据实际情况来加。这里点击一个插入一行，这里的话需要填入国家的代码。那美国国家的代码的话略有不同，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话就是 US，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个 United States US， 选择一下 US。如果说你要针对某一个州，这里还需要填入一下美国每一个州的代码，那州的代码是多少？你可以 Google 搜索一下啊，都找得到。的话，这里税率你可以填入7%，税收的名字你可以填一下销售税，填到这里来。那我们可以把销售税这几个字填进来。这个税率是否包含运费？不包含，我们把这个勾去掉。设好税以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要增加其他国家地区，直接再在下面增加一行填入另外一个国家的代码，那你可以在这里填一下中国，你这里 CN 就是代表中国，填入一下具体的税率就可以了。那如果不需要，你点击这里移除一下。税率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保存。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就是快递费。那你发到每个国家的快递费怎么收？我们来设置一下运费模板。第一次进来，我们点击这里增加区域，比如说我这里填入一个美国阿拉斯加，然后这里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来选一下。我们选择美国，这里在北美，美国在北美，我们拉到最下面。那我们点击北美，拉到下面一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再点击这个下拉三角，你可以选择这里阿拉斯加，我们可以把它选上。如果说你要选多个区域的话，那你也可以多选，按住 Ctrl 键。你如果选多个区域，你需要点一下就可以，点了以后它会自动出现在上面。我们这里只以这个阿拉斯加为例，我们随便选一个。下面我们点击左下角保存一下，保存好以后，我们这里增加运输方式。假如说如果说我们发货地从美国阿拉斯加发出，那如果说收货的人也在阿拉斯加，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包邮。包邮我们这里点击免运费，点击继续。这里问你包邮有没有要求？那如果说你有要求，你这里可以选一下，比如说你最低需要满99再包邮，你可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没有要求，那你直接填没要求，点击创建保存。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包邮的模板的话就设好了。我们再点击左边这里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区域。我们先返回我们的运输地区，这里我们阿拉斯加已经设好了。那如果说其他地区你想设一个固定的运费，我们可以来设一下。我们还是点击增加区域，这次我们可以搜索填一下，假如说美国其他地区，除了阿拉斯加其他地区的话，我们需要收一个运费，还是我们这里选中，下面选择北美，把美国的话找到以后，其他地方你可以直接点击前面加号。你点一下这个字它会自动加进来。你可以看到上面它就会点一下，它就会出现。哪些地方你要设置哪些地方一个固定的一个运费，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点了以后，左下角点一下保存。保存以后，这里增加运输的方式，这次我们可以来设一个运费。我们点击第二个，点击继续。点了继续以后，你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运费，比如说收个10美元。点击创建保存。这个时候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店铺里面卖的是很多产品，你可能有服装比较轻嘛，也有可能你卖电子产品的还有可能卖大家电、洗衣机、电视、冰箱。那针对不同的产品的重量，我们可以来设置单独的运费。那怎么设呢？我们先点击这个编辑，点了编辑以后，增加运输分类的方式，点一下。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方式。我们点击这里增加运输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卖的是电子产品下面3个的话填上电子产品，然后点击创建电子产品，再点击一下编辑。除了电子产品，有可能你的店铺里面还有大家电的话，可能运费比较贵，所以我们也需要单独把它提出来，也点击一个创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左边这里
左上角这点叫息屏运输地区。这次的话，我们这个费率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改一下，还是点击这里编辑，点了编辑以后，来到这个费率那个费率里面，点击右边这里编辑，这里面这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来选。大家电我们要收多少运费？比如说大家电我们要收个15美元的运费。小家电电子产品我们可能只收个5美元的运费。除了小家电，我们其他如果说没有设置的话，它默认收多少运费？那我们这里可以填一个。这里时候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他买了2部手机运费的话是需要叠加的。这个时候怎么设呢？我们可以这样设5加上一个星号，后面打一个方框，里面加一个 QTY 的话就是数量，它会根据你下单的数量来自动叠加运费。这里有个问号，你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案例，是前面的运费乘以我们的数量。那每一个的话都是这样子设置，即使顾客买10件8件，那运费也会自动帮我们叠加上去，非常的方便。选好以后点击一下保存。如果说这些地区你不想收运费，你还可以设一个门槛，比如说我这里也设置包邮，点击继续。我这个要求是有要求的，那要怎么样包邮呢？需要达到200美元199美元，我们就可以进行包邮。点击创建保存。只要在这些地区的一些朋友，他的订单金额超过199美元，系统的话会自动进行包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付款。网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收款方式。那我们可以收款的方式，在国内你可以选择支付宝、微信，国外的话就是 PayPal、信用卡等等。这里还有一个货到付款，但是这个功能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就不要开。这个默认的收款方式它的功能有限，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安装一些额外的收款插件来丰富我们的收款方式。我们这里需要安装2个插件。第一步，我们需要点击左边插件，安装新的插件。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那你的网站里面非常有必要需要支持 PayPal 付款，因为国外用 PayPal 的使用率非常高，我们网站里面需要提供这个功能。我们先把这个插件安装一下，我们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 Payment Plugins for， 大家一定不要装错了，它的作者是 paymentplugins.com， 是这个。我们点击立即安装。除了通过 PayPal 收款，国外还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收款方式就是 Stripe。Stripe 里面它集合了非常多的收款方式。国外有很多网站平台都是通过 Stripe 进行一个收款，它可以直接在你的当前页面，不用跳转到第三方网站，直接在你的网站里面进行付款。所以说我们需要去申请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有了 Stripe 的账号以后，你的网站才可以进行一个使用。同时我们这里需要安装 Stripe 的插件，这次的插件和刚才差不多。它的 Payment Plugins for Stripe WooCommerce， 同样它的作者是 paymentplugins.com， 大家的话一定不要安装错了，因为有一个是 WooCommerce 公司做的这个插件，但是它的功能效果没有这个好，我们一定要安对。点击立即安装。因为 Stripe 它支持的国家有限，如果说你不在它这个国家以内，那你是申请不了的。不过有风这里有一些方法，在中国大陆地区你需要有一个在中国大陆地区它只支持香港。不过没有关系，我这里有一些方法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注册到 Stripe 的账号。有风之前做了一期教程，怎么样教大家用你的个人怎么样用个人去注册一个 Stripe 的账号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说你想注册 Stripe 账号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除了注册个人的 Stripe 账号，如果说你想更稳定的账号，当然你是需要一个 Stripe 的企业账号怎么样申请 Stripe 的企业账号？怎么样去申请一个 Stripe 的企业账号
那有风这个视频里面，这里也有讲了一个教程，就是教大家如何在国内申请一个美国公司，再用这个美国公司去注册一个 Stripe 的账号。那我这个视频的话有29分钟，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总之，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既可以申请到个人的 Stripe 账号，也可以通过另类的方法申请到一个 Stripe 的企业账号。只要你想拥有一个 Stripe 的账号，总是有办法的。刚才我们的 Stripe 账号这个 Stripe 的插件，这个插件的话也安装好了。那么回到插件，点击这里已安装插件，在已安装插件里面，我们找到刚才的2个插件，一个是 PayPal 的支付插件，一个是 Stripe 的插件。我们把这2个选中，然后点击批量操作启用应用一下。先把这2个插件启用。启用好以后，我们再来进一步进行设置。接下来我就来一步一步带大家怎么样让我们的网站实现 PayPal 付款微信付款、银行卡付款，甚至支付宝付款。首先我们来到 WooCommerce， 点一下它，然后这里点击设置，点了设置以后点击付款。我们首先来设置一下 PayPal 的付款，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装了 PayPal 的付款插件。那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以后，我们把这个 PayPal 的网关打开，后面这个勾把它打开，然后点击右边完成设置。我们需要把 PayPal 的 API 连接到我们的 PayPal 账号里面来。WooCommerce 电商的当然这个 PayPal 的账号是有要求的，是需要你是企业账号才能进行一个连接。那如果说你还没有 PayPal 的企业账号，那你可以先去注册一个。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API 设置，在连接到 PayPal 这里，我们点击一下点击连接。这个时候需要连接到你的 PayPal 企业账号，个人账号是连接不了的。我们需要登录一下我们 PayPal 账号。登录你的企业 PayPal 账号，它会自动跳转返回我们需要的一些密钥。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密钥它会自动填进来，说明我们的 PayPal 的话已经连接成功。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里设置，我们需要把 Stripe 的账号连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因为有了 Stripe 账号以后，我们才可以进行连接。如果说你还没有的话，可以看一下刚才有风之前说的视频，你们可以先去一下。在视频需要企业账号的可以看一下有风另外的2个视频去学习一下怎么申请。还是点击这里付款，我们 Stripe 提供的收款功能就是我们 Stripe 提供的收款功能，它可以收信用卡的钱。点击这里管理同样点击管理，需要把 Stripe 账号连接到我们的账户，还是点击左边这里 API 设置。这里模式的话，我们选择在线。特实体的话只是进行测试，因为网站需要正式上线，那你需要点击的 Live。这里同样点击连接到我们的账号，点击离开，然后它会跳转到 Stripe， 我们需要登录一下我们的 Stripe 账号，进行一下连接。连接，这里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连接，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操作。连接好以后，它会返回我们的网站。好，我们刚才已经连接过来了，这里又变成特实体，我们选择一个在线，然后拉到最底部保存更改，再点击付款。那我们刚才的话，Stripe已经连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了。那后面你可以显示它还可以支持苹果付款、Google 付款。再往下面拉，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 WeChat， 就是微信付款。如果你要支持的话，也可以把它打开。Alipay 这个是支持支付宝付款，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这里获得付款我先把它打开，因为等一下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一下。如果说我们不需要通过付款来测试，我们把获得付款打开，那我们可以自动先来测试一下整个流程有没有通。当然，你的网站正式上线的时候，获得付款一定要把它关掉。收好以后，左下角点一下保存更改这个时候它已经自动保存了，我们不用再点了。我们在这里面申请了微信或支付宝付款，我们还需要来到 Stripe 的后台去申请一下，开通一下微信或支付宝付款。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 Stripe 的后台。登录 Stripe 后台以后，点击右上角这里设置，点击设置，点付款，付款这里点支付方式。支付方式里面往下面你可以看到 Stripe 支持全球比较主流的苹果付款、Google 付款、Link 付款，
还有你这里有个支付宝和微信。那你主要做的就是先把这边点击一下开启，然后我支付宝也需要开启。当你开启以后，那Stripe的话和支付宝它会审核你的电商网站，也就是说你们在网站没有正式上线、没有做好之前，不要来点击这个开始，因为你点了开始以后，它会来审核一下，审核通过以后，你的网站才能进行一个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这里我们暂时先不点，网站做好以后再来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设置，我们点击这里账户和隐私。账户和隐私里面，我们这里启用访客结账，在结账时启用登录，允许客户创建账户，在我的账户页面上面创建账户都可以，把这前面4个勾上。然后这里有个客户创建选项，发送密码设置，那我们这里不需要把它勾去掉，那就把前面4个打上勾就可以了。然后拉到最下面，点击左下角保存更改，我们再点击高级，在高级页面这里有一个叫做订单追踪，那就是我们的顾客他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来查询到他的订单的一个状态。在选择一个页面之前，那我们需要来新建一个页面，因为这里面还没有，我们需要来自己建一个。那怎么样建呢？我们点击左边这里页面，选择新页面。我们可以命名一下这个页面，我可以改成叫做订单查询。设置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发布一下。这个页面我们还需要加一些短代码，短代码在哪里找来？我们需要打开这个链接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里面提供了非常多 WooCommerce 的一些短代码我们只需要复制调用。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WooCommerce 订单追踪查询，我们把这个代码的话复制一下，回到我们的新的页面，点击右边这里加号，点一下这里搜索减码这个减码，把我们刚才复制的订单查询的减码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我们再回到 WooCommerce 的设置页面我们刷新一下。刷新好以后，订单追踪页面，这次我们往下面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订单查询，我们把它选上。选上以后拉到最底部，保存更改，我们就已经设好了订单查询的页面。这个页面大概长什么样呢？我们给大家预览看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这里所有页面，我们点击所有页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里面突然增加了非常多页面。我们最开始在安装插件的时候，安装 WooCommerce 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些页面增加到我们网站里面来。这里订单查询页面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点击查看，就可以看到以后访客来到这个页面，他只需要输入他的邮箱号或者说他的订单编号，就可以追踪到他买的东西的一个状态，他就可以追踪到他的商品状态。接下来一步的话就非常重要，我来教大家怎么样上架产品，并设计我们整个页面我们整个页面要设计出来既好看又专业。产品的类型的话有2种，第一种就是你的产品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属性，还有一种就是你的产品有多种选择，比如说电脑，那你有处理器是多大，你的硬盘容量是多大，还比如服装有颜色有尺码。那首先我们来从第一个比较简单的，你的产品只有一个尺寸一个颜色，那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先来设置一下。第一种，我们需要点击左边这里产品，点击新增，最顶部是设置我们产品的标题，比如说我们卖的是一个平板电脑复制一下，复制过来。往下面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架构。产品数据我们这次选择单个产品，等一下我们设置多个 SKU 就要用可变产品，我们暂时用单个产品。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产品准备卖多少钱。第一个我们可以填入原价，假如说我们这个平板电脑原价卖529下面还有个促销价格，促销价格你可以设一下，我们卖499。这个活动的时间你还可以在下面设置一下，这里有个计划，你打算这个活动从多久持续到什么时间段，那下面可以选择一下。接下来是左边的库存，我们可以设一下你产品的库存。SKU 这里可以填入你产品的编码。库存状态，我们这里选择此产品的跟踪数量，把它勾上这里设置一下你这个产品一共的库存数量。
允许缺货售卖，我们选择不允许，卖完以后自动下架。库存不足的最低阀值我们可以设下2，当你的库存低于2的时候，你就会收到电子邮件的一个通知。右边我们可以设置我们产品的图片，点击这里设置产品图片，把我们的产品图片的话上传进来，点击选择文件。产品的图片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正方形的，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正方形白底图看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专业好看。今天有风用到的这些图片都是我用 AI 生成的，我用到的 AI 工具叫做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专业的一款 AI 图片生成工具。你只需要给它一个提示词，上面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收个笔记本，右边点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比例，要一个1:1，收一下。按下回车，它会有根据我们的提示词来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图片。Midjourney 的话，它生成图片就像我们用照相机拍出来的效果一样，感觉会越来越真实。本期用到的大部分图片都是我用 AI 直接生成这样。如果说你以后在设计网站需要某一种图片的时候，那你找不到，那你可以用 AI 来帮你生成一下。当然 Midjourney 它是需要付费的。如果说你还没有 Midjourney 账号，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 Midjourney 的账号购买活租的按钮。活租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你买的话一个月7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刚才我是叫他帮我生成一个笔记本电脑，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感觉还是不错。再点击一下它会把这个图片放大，也可以点击右键把刚才 AI 生成的照片保存下来就可以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刚才的照片已经生成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选择我刚才生成好的这张图片，点击设置图片，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如果产品相册里面，我们可以增加多个照片，增加到后面来。我们刚才增加的只是我们的第一张，后面如果你还需要显示其他照片，你的产品的进一步细节，你可以按住 Ctrl 键点中多张照片。它会自动加进来，点击增加到相册，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增加过来了。这里我们的产品分类你可以来设一下，比如说我们卖的是平板电脑设一个分类你可能还会销售笔记本电脑，同样增加分类等等。这里把你需要的产品全部分类的增加进来。产品标签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这个是平板，你是什么品牌的，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在拿到这个地方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产品品牌，你可以点击这里增加品牌。比如说你卖的是华为，你可以增加华为；你卖的是苹果，可以加入苹果；你卖的是小米，可以输入一下小米总之这个品牌可以自己来加。当然还可以增加一个产品的视频。如果说你的产品有视频，你可以把你的视频先传到油管里面，点击右键复制一下这个图，我们可以点击右键复制一下视频的地址，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设置好以后，直接点击右边发布一下。发布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制作好的这个产品，点击一下查看产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上架好的产品就进来了。第一张是我们的主图，后面你可以上传这个产品的更多的细节。下面的产品详情暂时还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做，没关系，等一下我都会来教大家制作。要让我们这个详情页更好看，那我们需要使用 Elementor 来编辑一下，最终的话达到这种图文并茂的效果。我来教大家设置一下。首先我们要完成一些基本的设置，我们点击左边这里 Elementor。然后点击设置，在设置页面，我们把文章的类型全部勾上，点击保存更改。保存以后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刚才产品页面，还是点击产品，全部产品，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产品，点击一下编辑。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多了一个按钮，叫做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点一下它。我们用 Elementor 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页面，让我们这个页面的话看起来更好看。好，来到这个页面以后，有个通知，这里我们点击叉把它关掉。我们来设计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这里加号，点击弹性盒，选择第一个箭头向下的这个容器。我们需要拖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标题，我们需要拖入
标题的模块，点击左上角这里加号，这里你可以搜索一下，因为里面的话模块很多，如果说你这样往下面拉很难找，我们直接可以搜，你搜索一个 HEA heading 啊，就是这个啊，找到它以后，我们直接往右边拖进来啊，这个标题我们把它改一下，可以改成你的品牌还有产品的一个代码，可以改成你的品牌名，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品牌叫做 Wendy Pro， 就是字号。如果你觉得太大，我们可以来改一下，点击样式，样式这里有个排版，点一下这个笔啊，你可以来拖动一下，你直接拖动就可以了，或者说直接来设，比如我改成一个38啊，没问题。粗细这里字体粗细你可以设一下，我可以改成600或者400啊，它里面的话都会有所变化。我改成600，它会粗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设下面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这次我们点击加号，然后选择网格，我们选择第一个，这里有个列数，我们改一下，改成2列1行。那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就不用管它。第一个我们可以拖入一个文本框进来，可以进行字体编辑，点击左上角的加号，这里有一个文本编辑器，直接拖进来，然后里面打上我们想更改的文字，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我们之前的文字信息，粘贴进来。它的字体大小我们可以来设一下，还是点击样式，点击这里有个排版，排版的话字号我们可以改成24啊，可以让字稍微大一点。粗细改成500，行高这里还可以设置一下，说行高是多高呢？这里都能设啊，我这里设个30。那有一行你可能看不出来，如果说你有几行，这个行高有时候还是非常的重要。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下，颜色这里有个文本颜色，你可以改成黑色。你看你改了以后它会更改，那我们这里随便选一个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了。选定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刚才点一下这个选定的颜色，那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加号创建全局颜色啊，这里点击创建啊，下次如果说你还想使用这个颜色，直接点击前面像地球这样一个图标啊，直接可以找到它啊，方便我们快速的寻找颜色。全部设好以后，你可以先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你来预览一下，点击这个眼睛就可以进行预览，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好的文字已经显示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往下面设计。字体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字体同样点击这个笔，字体点击排版，字体系列我们拉到最上面。我们使用系统默认的这个字体，因为我觉得系统默认这个字体还不错。那以后如果说我们每次都来手动点，那有点麻烦。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全局的设置我们默认的字体字号、颜色。那以后如果说再出现同样的区域，那它会自动调用这个字体和颜色，那可以加快我们的设计的效率。怎么样设置呢？我们点击左上角有个站点设计，点击全局字体，这几个字体的话我们都可以来改一下。点击右边这个笔。字体系列我们拉到最顶部，点击默认。第二个次要文本摘要同样我们都选择这个字体，因为它模板自带的默认这个字体其实就挺好看的最后一个同样也是改好以后点击保存更改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每个单独去进行更改。然后点击这个叉，可以把这个页面暂时先关掉。接下来右边我们可以插入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直接复制过来，和刚才一样，左边点击文本框，直接往右边拖进来后，把文字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字号和刚才一样，我们可以来设置，点击样式，点击排版，字号你可以你想改成18、19了都没有问题粗细一样的，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行高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32，让它稍微离得远一点，不要靠得太近。颜色的话，它已经自动应用我们刚才的默认了，因为我们全局颜色已经设好了，这次就不用单独进行更改。如果说你这个段文字想进行换行怎么换呢？你单独点一下，设好以后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设置我们下面的图文并茂的一个区域，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弹性盒，这次我们选择第二个，就是箭头朝右的这个容器，点一下。里面的话，我们还需要
拖入一个容器，点击左上角加号，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再拖一个容器进来。容器的方向拖进来后，方向我们选择下，我们点击这里像一个长方形点击右键，这里可以复制一个，我们选择复制到此对象下它会复制另外一个容器进来，然后会跑到我们的右边。如果说你想确定一下这里面所有的板块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点击最左上角一个结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的文本的一些结构，你点击到哪个，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区域，它会跳转到对应区域的话，那左边我们可以插入我们产品的图片，右边的话也可以插，直接点击加号。我们需要拖入一个图像的板块进来，直接把图像板块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更改一下，选择图像。你想要哪张照片进行展示，我们选一张，选择一下，它会显示到这个位置。右边也是一样的，点击加号，拖一个图像进来，直接拖进来，更改一下。右边的话，你可以显示更多的细节，随便选一张，自己选择。这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复制一个，你可以点击左上角结构把它打开，选中我们刚才这个图片。点击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它下面的话又会增加一个。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这张照片，选中它以后，点击左边一个选择图像我们可以更换成另外一张照片，点击选择。那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图文并茂这个图片的尺寸我们也可以来更改一下。右边的结构你可以点这个叉把它关掉它会显示的更全一些。图片显示的方式，我们点一下它，点了它以后，图片分辨率你可以改成原图。第二个的话，图片分辨率你也可以改成原图。改成一个原图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看起来会更清晰一些。样式点击这个图片以后，我们再点击样式，样式的宽度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比如说我显示80%，显示多少，那你都可以来进行设置一下。那第二张你要显示多少80%？都没有问题。左边这一张一样的，我们显示为原图，让这个图片看起来更清晰。接下来我们来增加我们下面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一个信息。那很简单同样我们点击左上角加号，我们设置下面文字键，同样点击这里有个加号，点击第一个弹性后，我们需要增加这个容器方向箭头朝下的，点一下它。然后再点击左上角加号，拖入一个文本编辑器，直接拖进来。好，把我们需要的文字信息直接复制过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点击这个倒三角，我们可以来搜一下，把它搜过去，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刚才设计好的页面。如果说你觉得下面的字显示的太宽你想改成像我们这样让它收窄一点也没有问题。我们先点这个三角把它收回来。首先我们需要选中一下这个容器，首先我们需要选择这个容器，再点击高级，我们这里可以点击高级，我们设置一下类距。类距设之前，我们需要先把这上面 px 改成百分比距轴我们可以设置20%你可以看到我改一下，它几个参数都跟着一起改，那怎么样让它不一起跟着改？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按钮点了这个点了一次，我们可以把这几个改一下。上下改成0，左右改成20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距离的设置可以你也可以改成10%，那也没有问题设好以后，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眼睛先来预览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好的整个页面图文并茂，那已经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上传的其他产品，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按照这个设置方法，大家可以传更多的产品。这个只是我们电脑端看到的效果。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流量可能是来源于移动端，手机上我们需要更改一下移动端的展示效果。我们点击这里手机，点一下它，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在手机上它显示的效果。我们点击加号，那可以展开，可以看到这下面更多信息，这里它可能离两边的话有点宽，那我们可以把它更改一下。我们需要选中这个区域，选中区域以后还是点击高级，把类距的话全部改成0点一下它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它会这样显示的感觉就会好很多。全部设定好后，点击右上角发布就可以了。
那我们更改手机端啊，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也不会影响我们平板电脑端的一个展示方式。我们点击这里点开项，你同样看到平板电脑端也没有问题。手机端虽然我们刚才改了一下这个间距，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电脑端，它没做任何更改。所以说更改我们的手机端不会影响我们的电脑端，大家可以放心的改。这个是单个 SQ 的设置方法。那如果说你的产品有多个颜色，红色，还有白色，还有 SS、SM、L 码，或者说你的电脑，比如说你卖的笔记本电脑，你的电脑有是什么 i3、i5 或者说 i9 的处理器，你的硬盘容量是多少？那我们需要设置更多的一个选项。那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一下。我们先退出一下这个页面，点击左上角，在退出之前一定要点击右上角的保存发布一下，再点击左上角这三条杠，也就是我们的汉堡包，点击左上角3个杠退出到 WordPress。大概的话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包含的处理器是什么，我们上面可以选，它的硬盘是多少，我们可以来设。在设置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属性加到我们产品库里面来。那怎么加呢？我们需要先点击左边产品，然后再点击属性。在产品属性里面，我们这里可以设一下硬盘的容量啊，或者说你可以设置 S 码、M 码、L 码啊等等，根据你的产品的 SQ 的实际情况来。下面这里有个启用归档，我们把它勾上，设好以后点击增加属性。有可能比如说你买的电脑，你可能还需有处理器，你可能你处理器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单独设一个。同样这里启用归档，点击增加属性。硬盘的容量，比如说有500G 啊，一个 T， 那我们也需要来进一步设置一下。同样，我们点击右边配置类别，我们的硬盘容量，比如说有500G， 我们把500G 的名字粘贴到这里来，点击增加到硬盘容量。也有可能你是1TB， 也是增加到硬盘容量。这样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就增加好了。我们再点击属性，把我们另外一个比如说你的处理器也是需要配置你的类别有可能你是英特尔的 i5 处理器，也可能是英特尔 i7总之每一个分类的话略有不同。我输入英特尔 i5， 点击增加到新的处理器有可能你的是 i7 等等，也是一样增加进来，还有可能是 i9。根据你的产品不一样，那这里设置的属性的话就会不同。接下来我们来上架一下这个产品，来教大家具体怎么样设置。我们先复制一下我们要上架的这个电脑的标题同样点击新增以后最顶部填入我们的标题同样这个地方产品数据这次就要改一下，改成可变产品，点击一下知道了。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常规在常规里面，那你的税状态你是不是需要把产品的税自动加进来？如果你要加，你可以把这个直接勾上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加就点击无就行了。税的状态下面的税的类别你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刚才比如说已经设置了美国，那每个州它的税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具体的一个税率。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这一步，你可以先不用填等你后面想好了设置好以后再来填也是没有问题。我们点击库存，同样这个 SQ 这里你需要设置一下你的SQ， 这里你可以填一个编号方便你自己区分。比如说我的笔记本电脑，我设个编号叫做 laptop 0等等。接下来点击配送，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电脑的重量是多重，比如说2公斤，那你的长宽高是多少都可以来设置一下。运费你可以来选一下，电脑的话可能属于电子产品，那我们的运费的话就选电子产品。如果说你卖的是洗衣机，那你可以选大家电，这里我选电子产品。再点击属性，在属性这里我们可以新增，第一个我们可以选一下搜索。首先我们先把处理器加进来以后选择值，我们搜索它会自动加，把我们刚3个值的话都加进来。这里把这2个都勾上以后点击保存属性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来新增一个，刚才是我们的处理器我们可以我们还需要硬盘容量，同样点击新增，这次我们选择硬盘容量。
你可能第一次设这个有点复杂啊，不过当你设置熟练以后，这个就很简单了。同样，属性值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设的2个值都加进来，同样点击保存属性，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好的它的2个属性啊，它以后的话就会显示到这个里面。我们点击变量，点到变量以后直接点击生成变体，点击 OK， 它会对我们刚才的处理器还有硬盘容量进行一个组合，你可以看到它自动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啊。你可以选择英特尔的 i5， 然后它的储存容量是500G 等等，它里面自动已经帮我们自动帮我们加进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填入一下价格，比如说英特尔 i5， 然后 1TB 你卖多少钱，这里可以填。比如说你要卖个1199。把价格填进来。如果说你有促销价格，你可以在右边填上一个促销价格。第二个的话也是一样的，你以此类推，把你下面的所有的信息都填进来。主要这个 SQY 999，以此类推，把下面所有的 SQ 的价格都填好。填好以后，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区域，你可以把每个区域都先收起来都没有问题。点击这个白色底的叠色底，就可以直接把它收一下。价格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保存更改。上面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下默认值，访客买家第一次点进来，它显示自动选中哪个属性。那我们可以把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属性让它默认选中，那访客可以直接一键下单。右边和刚才一样，我们需要把右边的产品照片、产品相册属性都补充进来。首先，我们是我们的产品照片，设置一下产品照片，把我们的笔记本要销售笔记本主图选进来，产品的其他照片。那如果说你有多张，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你可以进行多选。选好以后，点击增加到相册。同样下面这里产品的类别，我们可以选一下产品的标签，我们可以改一下。填进来以后，直接按下回车，它就会自动加进来。你这个电脑是什么品牌？那你也可以把它选一下，选中。也可以增加更多的品牌进来都没有问题。全部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我们点击查看产品，我们来预览一下。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的好的笔记本已经进来了。我首先如果多 SQ， 我们可以在上面选择你的容量是多少。比如说 i7 500G， 那它上面价格会进行一个变化。那我们拉到下面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刚才设置一些，比如说它的重量、它的处理器、它的硬盘容量相关的属性会显示到这里。如果有评价，右边这里还会显示评价。那里面的图片信息和刚才一样，我们可以来进一步设置。那方法和刚才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里同样是可以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完善我们的产品详情。由于操作方法和一样，那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左上角有一个小标。这个字我们是可以改的。我们来到产品页面，往下面拉，这里有个高级，点一下高级，我继续往下面拉。产品的标签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改成中文，没有问题。改了以后点击右边这里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产品页里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字的话就会进行更改。同样，它的背景颜色你可以设置一下高级的背景颜色。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绿色，都没有问题。设好以后，同样点击更新，更新好以后刷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新品的底色也发生了变化了。我们这里刚才设置了产品的分类，产品分类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分类。那我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一下分类，它会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在新的窗口打开以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产品分类的照片。我们直接点击编辑，点击编辑以后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缩略图，那你可以给分类加一个照片，加一个照片进来，直接点击设置，点击更新。这里可以返回一下到分类页，我们还可以给笔记本电脑分类加一个美图进来，和刚才一样，上传一个照片进来就可以了。同样点击一下更新。你可以看到我们默认案例网站，这里还有一个下面除了我们的描述评价，它还有一个第3个标签第3个选项框下面描述页的选项框是怎么加的呢？我这里来教一下大家。
我们刚才的话，下面这里只有2个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加一个选项进来。左边这里还是产品，产品里面点击产品 Tabs， 在这里面你可以增加更多的显示进来。我们点击右上角增加一个新的。那名字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改，比如说你也可以改成它的一样啊，运输或退换货，复制一下，直接粘贴进来，粘贴以后点击一下发布。我们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个 Tab Setting， 就是这里我们选择，那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显示到哪些产品里面，你可以选择到指定的你可以选择指定某一个产品显示这个啊，也可以选择我们所有的页面都要显示这个页面，都要显示它。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文字信息啊复制过来。那这个页面你可以写一下你发什么快递，那大概几天到了，你的退换货政策是什么样，我们都可以来改。改好以后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来，我点一下它，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边的话有个翻译的功能，我点一下翻译，它就可以把我这个页面翻译成一个中文啊。下面是一样的，我点到这个区域给大家看一下，我再点一下翻译啊，它会直接翻译。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我再给大家演示，点一下它啊，运输详情，你看它会自动翻译过来啊。这个是怎么样实现的呢？那我在我的电脑上安装了这样一个插件，它的插件名字叫做 DEEPL。那你可以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安装好以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非常好用啊，推荐给大家啊。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一下。发布好以后，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刚才上架的笔记本，刷新一下。拉到最下面，你可以看到右边我们刚才设置的发货与退货啊，它会显示出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设置的一个新的选项，它会显示到这个位置。接下来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我们的店铺优惠券啊。有时候如果说你店铺想搞活动，那你可以发一些优惠码出来。那优惠码怎么样设置？我来教大家设一下。首先我们点击左边有个营销，营销里面有个优惠券，我们点一下，点击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我们来设置一下。优惠券的折扣类型我们可以选一下，你可以优惠%，或者说按一个固定的一个优惠金额。比如说我们优惠一个固定的金额，我们可以优惠10美元，也可以设置一下这个优惠码的过期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设到9月30号过期。使用限制我们可以设最低花费，如果说你想使用10美元的一个优惠，那你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满99才可以减10，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仅单独使用，如果说这个优惠券你不能和其他优惠券进行叠加，那你可以把这个勾上，哪些产品可以用，那你也可以选，或者说你可以排除哪些产品不能用这个优惠券，都可以设置。使用次数我们也可以改每个优惠券可以使用多少次你可以无限制每个用户他可以使用多少次，那也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每个用户只能使用1次，或者只能使用2次等等。那如果说你不设置的话，它就没有限制。上面的话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优惠代码，比如说你这个我叫做温迪10那我可能自己就能理解到。下面我可以设置一下具体的描述一下，比如说这个是优惠10美元，然后点击一下发布，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个生成优惠券代码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也没有问题。有了优惠元以后，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平板电脑，点击立即购买，来到我们的结账的页面，这里有个增加优惠券，那我们可以把刚才的代码增加进来。现在价格是499，我点一下应用。你可以看到它变成489了，因为我们刚才设的是优惠10美元说明我们这个优惠券是设置成功的。那访客可以直接在左边选择付款方式下单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学会了怎么样设置，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在 WordPress 里面上架产品。下一步的话，我来教大家来进行首页的设计。那最终我们希望我们的首页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比较既专业又好看的页面。这个页面设计起来非常简单，那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直接进行一些区块的拖拽就可以搭建了。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一下。我们先可以点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首页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我们可以来到在你的首页，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进入 WordPress 的后台。来到后台以后，我们点击页面，这里点一下新的页面。我们把这个页面的名字改成首页，点击右边发布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大家改一下。我们往下面拉，拉到这里有一个叫做隐藏页面的标题，我们需要把这个勾上。我们点击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它这里会出现2个首页当我们把这个勾上，再点一下保存以后，这次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2个字它会消失掉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刚才设置好的首页变成我们真正的一个首页，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后面的话其实它不是真正的首页，它在后面我们目前的首页是打开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需要把刚才的页面设置成一个真正的首页，怎么样设置呢？我们需要点击 W 回到我们的后台一下，拉到最底部，设置阅读，点一下。你的主页显示方式，我们选一下一个静态页，主页我们选择首页，也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页面，点击一下保存更改。你一定要点击这一步是必须要操作的，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一下呢，我们再点击查看站点，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首页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一个页面什么内容都没有。接下来我们来一步一步来设置一下，我们再来页面，所有页面。这次我们可以来到首页，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首页，说明刚才这个页面就是我们真的首页。我们可以点击编辑一下，在编辑页面，我们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Category Menu 显示方式，我们需要改一下，改成 One Page Load。大家这个一定要记得跟着我一起来改一下。改好以后，点击右上角保存。这个功能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话这个功能我们在后面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这里先把它选中，点了这个功能以后，我们首页它会自动加载我们首页会自动加载超级菜单，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在这个页面然后在这个页面我们拉到最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有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所有的设计页面都是用 Elementor 来进行一个设计。第一步，我们来设置这个轮播图。怎么样设置？我来教大家设一下。我们首先需要来增加一个容器进来，点击加号，然后弹性后，容器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这个2列的，点一下。左边的话，我们需要拖入轮播图的一个模块，点击左上角的加号。这里你可以搜索一下 SLI 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Motor Slides， 我们直接拖进来。右边的话，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模块，我们这里搜索一个，我们点击左上角加号，然后这里搜索一下 SLID，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Motor Slides， 我们把它拉到我们最右边来，这是一个轮播图的模块。你可以看到它会进行一个变换，它默认一共有3个轮播模块，而下面不需要，我们可以先把它删除掉。标题，然后我们点一下标题，这里有个标题，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可以设成下面的描述，你可以改一下下面的子标题我们可以改一下下面的描述这一段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比如说我改成厂家发货品质保证。最顶部这里有一个小标签，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新品它会出现在我们在最顶部，你可以看到。好，下面还有更多的一个描述，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更改里面的文字。下面有个按钮，这个按钮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立即购买。按钮的链接，那就是人家点了这个链接以后，它会跳转到哪个页面，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这里可以搜索一下 SHOP， 也就是我们刚才 WooCommerce 自动帮我们生成的店铺的页面。我们直接点一下它会自动把这个链接加进来，然后再点击设置按钮，我们可以选择在新的窗口打开。那后面的话，人家点了以后，它会自动就不会在当前页面打开。这个背景图我们也可以来更改一下。那背景图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点一下它，点击背景图片，这里选择图片，可以选择把你的产品的，如果说你已经做好了你的轮播图，那你可以直接加进来。这些图片的话都是我用 AI 用 Midjourney 生成的。如果说你也想用这些素材，那我会把我本期用到的所有的素材的图片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需要的朋友，你们可以先下载下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张照片，点击选择，你可以看到它右边的话会显示进来。因为我们希望
右边可能这个图片占的比例要多一点，左边我们这个超级菜单占的比例稍微小一点怎么样进行更改呢？点击布局，点了它以后点击左边布局，我们可以把左边设成25%，这里按着百分比，右边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可以设置75%，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就看起来非常的舒服了。那里面如果有文字，有多余的文字，你不想要它显示，比如说最下面一段我们可以在项目里面把下面这个描述删掉，让我们整个页面稍微干净一点。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个，点击这个复制按钮，复制一个同样里面的背景图，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款产品，点一下它选择，我们点击这里，你可以看它就会有更多的产品进来。如果说你还想展示更多的轮廓图方法一样，再复制一个，再设置一个背景图就可以了。那如果不需要，点击叉直接关掉就行了。这个边框眼角因为它是长方形的，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圆角，看起来更圆润。我先收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长方形，我让它边角稍微圆角一点收回来，然后点击样式，这里有个边框的圆角，我们统一全部设成3再收起来，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圆角会有这么一点圆这是一些比较细节的设计。我们再点击样式，选择第二个内容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内容的宽度，比如说你可以设成300这个区域的宽度，或者说你设成200，它这个字的话它就会往下面挪。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文字的颜色，因为现在是黑色，我们看不清楚这里比如说标题的颜色我们改成选择 color， 点击一下右边的颜色，我们选一个白色吧。白色我们最好点击这个加号创建全局颜色，把它存下来。下次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调用，点击创建。同样第二个我们的标题直接点击默认选择白色，因为我们刚才全局颜色已经加进来了。还有我们的描述的颜色一样的改成白色，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清楚了。按钮的颜色我们也需要来更改一下，我们继续往下面拉，这里有个按钮，然后我们选择这里有个 Extra Option， 就是我们按钮的颜色，点击一下这支笔。按钮的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有个背景颜色我们也可以改成白色，那这里有个背景颜色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白色，再点一下它。文字的颜色里面文字颜色我们可以改成黑色文字颜色我们可以改成黑色。改好以后点一下这个笔，先把它收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先收起来，我们选择轮播选项，点一下。在轮播选项里面，箭头的方式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位置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你可以比如说改成右下，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右下边，或者说改成在左边它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默认改成右下。再往下面我们看到这里有个点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出现的3个点，那我们也是同样可以点的，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位置同样我们这次可以设置在左边设置好就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按钮。那我们电脑端设置好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有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很多流量是来源于手机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我们手机端。我们点击右上角手机你可以看到手机端的话可能略显得有点乱，我们需要来重新设置一下手机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更改手机端的内容它不会影响我们平板端，影响到我们的电脑端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可以随便改。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区域，拉到这里有个 Item Option， 就是项目选项，点一下尺寸和宽度，这里我们可以改成0，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们刚才，你就看不到两边刚才的箭头了。宽度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字你看它有一点往这里走了，点击内容内容宽度我们设成200，点击这上面有个往上面拉，这里有个内容我们这里宽度我们把它改成300，让它显示到1排来。间距我们这里需要稍微改一下，改成多少呢？改成18，上18 20 18 20这样的话这个距离的话就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轮播图顶上这里有个容器我们需要把它隐藏一下点击一下它，点击高级这里有个这里点击响应时，我们这里在手机端隐藏，把它勾上就可以了我们在手机端隐藏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所以没有关系。那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轮播图的一个间距，我们先点中外面，
外面这个框。那如果说你不确定你有没有点中轮播，你有没有点中装我们轮播图的容器，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有个结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点中了这个容器，点击高级。外距内距的话，我们全部把它设成0就可以了。它这样会显示的更多一点点。手机端设好以后，我们电脑端上面大概的区域设置好，轮播图已经设好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发布就可以了。我们来设置我们第2个区域，就是这里我们有4个小标，你可以展示你的品牌的一些特性，等等你提供的一些服务，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一个显示。同样我们在下面需要点击加号，我们选择网格，网格我们先选择3列吧。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你有4个，那你选了3列以后，左边列数你直接改成4就可以了。我们这里面需要增加我们的图标，点击加号，你搜索一个 ICON，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Motor Icon Box， 直接把它拖进来。这个图标大家可以看，图标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更改。那这个图标九峰这里推荐过2个网站，一个叫做 svgrepo.com， 那它里面的话有非常多图标，你可以直接拿来用。还有一个网站叫做 Flowbyte， 这个网站里面顶部这个图标，你也可以点一下，它里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图标。你可以在左上角搜索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搜个汽车，它会出现和它相关的一些内容。它出现了购物车的一些图标。那首先我们来先更改一下内容，等一下根据我们的内容再来挑选一个适合我们的图标。产品的标题首先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顺丰包邮。描述里面也可以填一个要求，比如说满99，我们可以提供顺丰包邮。图标的位置这里有个我们选择左边。那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站，你可以比如说想到运输，我们可能会想到货车，我们这里搜索个 truck， 你看它这里会有关于货车的一些图标，我们直接点一下它，可以进行复制。那比如说我们要搜索一个图标，搜索一个货车，我们搜索货车的英文单词 truck， 它里面有很多货车的图标，货车可能就联想到一个运输，比如说我选择它，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按钮来更改一下我们的图标的颜色，比如说图标我们可以改成灰色，直接在这里就可以进行一个颜色的更改。改好以后你觉得这个可以你直接点击右下角把这个图标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它下载下来格式是一个 SVG。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点击这里有个上传 SVG 图片，这里点击应用，可以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图片上传进来。上传进来后点击插入媒体，插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图标已经加进来。当然它里面还有图标库，在它图标库里面也有很多图标。如果说里面没有找到合适的图标，那你就可以来到 SVG 这个网站，或者说这里有个网站叫做 Flowbyte， 这个网站里面也有很多图标都可以来用，等一下我们都会用得到。接下来我们点击样式，我们更改一下字号、间距等等。我们需要先设置一下我们标题的字号，这里有个 title， 点击排版，这里有字臂，我们字号可以改成，比如说改成14，让它稍微小一点。这里有个 spacing 间距我们可以设成2，让它稍微让下面字离上面近一点。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下面的描述的字号，描述同样点击这个 description， 点击这支笔，同样我们可以把字号稍微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上面是14，下面你可以改成13，也可以改成14，也没有问题。那把内容这里收起来，那我们看第3个图标，图标的样式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更改。图标的对齐方式我们可以选择 middle， 让它居中一下。间距我们可以来设一下，比如说改成15，让它离我们右边的文字稍微远一点。尺寸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图标的尺寸30、40、50都可以。颜色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改它的颜色，我给它改成一个灰色。改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它会变成灰，因为我们刚才用的是 SVG 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调颜色。我们再点击这里有个 content 内容，我们让它全部都进行一个居中，点一下居中，然后它会整个板块进行一个居中。那我们内容的话，我们后面不是还有几个框吗？后面这几个框我们就不用单独来做，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它，点击右键复制，再点击右键粘贴，那后面都是一样的，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粘贴进来以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更改里面的文字、图标，重复刚才的步骤。比如说第2个，我改一下上面的文字，我点动它以后，这里选择一个品质保证，
啊，里面的内容我也可以改厂家直销啊等等啊。同样这个标的话，你也可以改啊，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来搜索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图标，或者我们直接在它的图标库里面也可以找到啊。你在里面可以选，也可以在上面搜啊，根据你啊，我们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点击插入啊，你可以看刚才那标的话就加进来了。那以此类推。文字改好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设一下间距，因为它离上面的内容有点近。我们点一下这6个点，点击高级设置。在高级设置里面，我们设置一下类距。在前面填数字之前，我们需要点一下最后这个链接。那如果说你不点的话，你等一下改一个，其他几个会跟着改。距上的距离，我们可以改成25啊，它会向下走一点。距下的距离你可以改成35啊，等等啊，这样看起来的话稍微有一点啊留白，看起来会舒服一些。电脑端更改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更改手机端。我们点一下最顶部中间手机这个图标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显示方式是4列，我们需要更改它的样式，点击6个点，点了6个点以后，我们点击布局，布局列数这里我们改一下，我们改成2列啊，大家可以看到它会自动汇聚成2排。手机端设好以后，我们先回到我们 PC 端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做我们下一个区域啊，这个区域的话可以展示你店铺里面重点推荐的品类，比如说你的店铺里面主要卖小家电，卖一些电子产品，那你可以把这些主推的类目放在这个位置。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设计一下，需要加入新的容器，同样点击加号，点击右边网格，列数的话我们选择3列，因为我们这里是4列，然后我们这边左边的话，我们这里改成4就可以了，然后再点击左上角加号，这个时候我们搜索一个 banner， 也就是 multi banner image， 把它拖到第一个进来。那拖进来以后，你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它的文字信息，设置一下它的背景。比如说第一个顶部我们改成标题改成小家电，比如说顶部这个位置我们title我们改成小家电，描述这区域继续填入。假如说厨房用品第1至4折，按钮上的文字我们可以改成中文改成马上购买。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这个背景图。背景图的话，我用的是这4张图片。如果你没有，你想跟着我操作啊，这些图片本期用的所有的图片的素材，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去直接下载来用。我再教大家几个方法。如果说以后你看到其他网站里面有比较好的图片，那你想把它保存下来，这个时候你点击右键，你可能找不到有保存图片的按钮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点击右键啊，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检测，点一下它。检测以后，我们可以在它的代码里面大概可以找到它的图片位置。比如说我们鼠标移到这里，点一下它，啊，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就能找到它这个图片的实际位置。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找到这张图片，然后你点击右键就可以把它的图片保存下来。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如果说你以后大家可以简单学一下。这个的话你不会也没有关系，反正素材我都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的背景图，点击右上角这个 Media， 把我们刚才的图片传进来，背景图片，点击上传啊，选择文件。那我这里4张照片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啊。我们先选择这个绿色背景的，点一下选择。背景的话会被加进来，这个时候你还看不到，没关系，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对齐方式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改成 center 居中对齐。背景尺寸我们可以选择包含，选择第2个。我们来更改它的样式，高度更改一下它就可以了。点击样式，高度这里我们改成400啊，你可以看到它就刚刚可以适应我们这个区域。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你的图片的高度来设置一下这个比例。上面的字体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可以改成与我们主色调上面的绿色，比如说我们这张图片的主色调是深绿，那我们背景是浅绿，那我们就可以改成深绿。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它的颜色代码给提取出来。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 ColorZilla 啊，就是这个插件。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先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
安装到浏览器以后，你可以看到顶部，或者说你点击这个按钮找到它，你点一下这个钉，把它钉到你的最顶部。钉到最顶部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它。当你要吸取颜色的时候，我们点一下它，放在我们的也要吸取的地方，点一下它，它会自动获取我们这个区域的颜色代码。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文字的颜色改成这个深绿色。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慢拉，点击内容，内容这里有个 title 排版，这里我们点一下颜色改成绿色，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而下面的描述一样的，描述这个区域，我们需要把颜色也改成绿色。这个绿色如果有点看不清，那你可以把它稍微加深那么一点点，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按钮的显示方式，我可以更改一下。我们下面这里看到一个 primary button， 它的 skin 也就是它的皮肤，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它。我们选择其他，它里面有几种样式，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那这次我们点击它，大概的话会变成这个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简洁。它的颜色你也可以改成绿色。我们点击 Extra Option， 点一下它，同样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颜色，就是我们这个文字的颜色。我们也可以改成绿色同样你可以看到太浅的话，你可以稍微把这个绿色用深一点，再拖动一下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区域的话就设置好了，已经有点类似我们这种感觉。其他3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这样重复的做了，我们只需要复制就可以。点击右键，选择复制，在第2个区域直接点击粘贴，第3个区域粘贴，第4个区域粘贴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当我们电脑端更改完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手机端的显示效果你可以看到手机端现在看起来不是很舒服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区域，把它的列数的话稍微改一下，更改为2列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舒服很多。这里间距我们可以来设置，我们改成10，因为它离得稍微有点宽，或者你改成5，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我觉得应该10的话应该差不多。上面这个标题的字我觉得可能有点大，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字号。我们点击样式，还同样的我们先选择第1个区域以后点击样式，往下面有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字号的话稍微改小一点首先是第1个 title， 就是我们这个标题的字号我们可以来设一下，我觉得可能14的14可能有点小，18的话应该差不多了，或者改成20。20可以，我们就把它改成20吧。那行高这里我们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我改成1让它稍微可以往上面挪那么一点点这里上面这里我们要选择 EM， 就它的规格，我们选择 EM。另外3个的话改的方法都是一样。那下面这个描述的文字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改小那么一点点。这里是 description， 我们还是点击排版文字你可以稍微改成18。18太大，14，比上面的话稍微小那么一点点，那应该就差不多了，13、14就没有问题。第1个区域的内容改好以后，同样我们后面也不需要重复的操作，我们只需要点击右键，点击复制，在第2个上面点击右键。这次的话，我们只粘贴样式它其他的不会变，只是样式进行统一。第3个一样的粘贴样式，第4个一样的粘贴样式，这样改起来会非常的快。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平板电脑端有没有问题，平板电脑端可能看起来也不是很舒服我们可以改一下它列数，点一下这个3个点，点击布局，我们列数可以把它改成3列吧，显示3列差不多。如果说多了1列，最后1列你不想要，那也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一下这个区域，点击高级，高级里面拉到最底部有个响应式，在平板电脑端我们可以把这个隐藏掉就可以看起来更舒服一些。如果说你设置2列，这个地方看起来又有点宽设成3列刚刚好。高度的话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选择第1个区域样式，这个高度我们改一下，我可能360差不多可以没有问题。后面这2个设置方法一样，点击右键复制，把这样式粘贴进来就可以。第3个一样的，这上面点击右键粘贴样式3个的话就设好了。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设置我们右边的平板端或者手机端，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的显示效果。我们电脑端依然是4个，那么手机端的话也是4个所以我们单独改它这个区域，那它不会影响我们其他区域。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把里面的内容的话全部改掉，改成我们这样的形式。那第2个的话，我们同样点击它，点击 Media，
把第2张图片给改掉，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传进来，直接加进来就行了。第3个一样的，点进 Video， 然后选择图像，把我们第3张照片加进来。第4个是手机，点一下它，同样点击内容 Video， 把第4张也改掉。改掉以后，上面的文字信息还有我们的文字颜色也同样也要跟着改。第2个颜色同样我们需要吸取一下，点击我们刚才安装的取色器Colorizilla， 点一下我们这个颜色红色的区域，然后我们把我们上面的文字的颜色改成我们这个主色调，有点玫红色的感觉。然后点击内容，同样点击样式，样式往下面拉，点击内容，同样我们 title 的颜色更改一下，我们先选择一下这个区域，点击样式，往下面拉内容，把它展开，把绿色更改一下，直接粘贴进来就行了。第2个 description 描述区域，我们也把它颜色改成玫红色。马上购买按钮的颜色我们也改一下，来到这个 primary button， 然后点击 extra option， 点一下这支笔，往下面拉，把颜色改成玫红色。那后面这2个更改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我们选择第3个，点击吸管的颜色，我们来吸一下这个灰，吸好以后也一样选中它，点击样式内容，更改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第4个也是我们点击吸管，我们可以吸一下手机边缘这个金色，我觉得还不错，吸一下它。我们主要是吸颜色比较深一点的，因为背景比较浅，那我们文字需要深一点，不然你文字看不清。同样点一下它更改方法都是一样，点击样式内容更改颜色就可以了。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吸的颜色有点看不清，没有关系，那你可以稍微往这边拉那么一点点，去感受一下这个颜色。好，这个颜色可以，我们先把这个颜色代码复制一下，下面的区域同样拥有一样的颜色，按钮上的颜色我们也用这个颜色。好，这个区域就已经改好了。改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平板电脑端它还有手机端，它里面的颜色还有内容，它会跟着改。那我们所有的区域现在的话已经设置好了。我刚才说了，我们更改电脑上的文字内容，它会改变我们手机端，但是你更改手机端的内容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的显示方式。大家把这个规则记清楚就行了。全部收好以后，点击右上角发布。这时候我们可以来简单看一下我们刚才制作好的成果。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眼睛，或者点击这里有个向左的3角，点一下它可以大概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置好的区域感觉现在还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了。那我们继续点一下，把它收过来。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区域，比如说这个区域有一个限时抢购它的布局方式的话有多样，你可以把它的显示方式显示到右上角，那下面的话可以显示出你哪些产品正在打折搞活动你可以把它填到这个位置来。那我们一起来设置一下往下面来继续，我们要点击加号，这次我们点击弹性后点一下，我们点击第1个箭头向下的容器，点一下它，然后左上角点击加号，我们需要拖入你这里搜索产品，我们需要增加第1个就是标题的区域。那我们把这个加进来你可以搜索 PRODUCT， 找到这个有点像闹钟的这个图标，直接把它拖进来拖进来以后，你现在的话什么内容都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们来一步一步进行设置。第1个标题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改成仅限24小时加进来，后面改比如说机会难得，快来抢购，加到第2个区域销售的属性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你可以改第3个，你可以改成距离促销结束还有多久等等。上面按钮的颜色我们可以改成查看全部产品，它连接到哪个地方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下，我们还是搜刚才 SHOP， 还是点击 shop。 那当然有人点了这个链接以后，它等一下会进行一个跳转连接选项我们点击在新的窗口打开就可以。下面我们点第2个产品，我们点一下产品这个区域产品这下面有个产品的方式，我们选择 on sale， 就是正在销售的。产品分类我们这里需要填一下，比如说我们是搜索一下笔记本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分类，它会自动出现以后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看到它就会直接显示出来。那你这里选择什么分类，它就会在你的分类里面把正在搞活动的商品直接给提取出来。我们再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它这里有个设置，点一下设置，
这2个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4，显示多少个产品轮播，我们滚动，我们这里选择4。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类目里面只有1个产品，所以说大家可以只能看到1个产品。如果说你里面有多个产品，已经上架了这里的话它会同时显示多个产品出来。点击顶部这里样式点一下，样式这个 heading 的位置我们这里改成左它就会更改一下位置，来选择右的话就是这样，左的话就是这个样式。这样我们看起来就会好的，仅限24小时，几乎都快乐抢购等等。好，这里时间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这个标题的颜色，你如果想改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区域进行更改。但是我觉得默认的黑色就差不多可以。这个颜色我就先不去动它。好，这里面所有的颜色我们都可以更改。我觉得默认的颜色还是可以，因为我刚才这个类目里面只有1个产品，所以说只有显示1个。当你上架多个产品以后，它会自动显示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它会显示4个，因为我们刚才设置的4个。现在这个区域的离我们上部分有点近，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们中间的间距。我点一下这里6个点，点击高级，间距类距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距上改成50它会离上部远一点。距下我们设一下改成30它也会往下面走一点有时候整个网站有一点白看起来没那么压抑，看起来会更舒服一些全部设定好以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电脑端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手机端。那在手机端设置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先复制一下这个区域。我们在上面点击右键，那这里点击复制到此对象下。复制到此对象下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默认的这个区域点一下它，我们需要把它隐藏掉为什么要隐藏掉？因为这个区块如果我们更改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电脑端只是这个区块有点例外，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电脑端的单独分开来，我们需要手机端分开来我们把电脑端因为默认是这个区，我们点一下它，点击高级，在高级里面我们点击最底部有个响应时，在手机端隐藏，我们选一下把它隐藏掉。同样平板电脑端我们需要把顶部这个区域，我们需要把同样我们回到我们平板电脑端，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手机端复制这个也给隐藏掉。我选择点击一下它，同样点击高级，高级里面拉到最底部响应时，在平板电脑端隐藏它会隐藏。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手机端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区块的样式，更改好以后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因为只有这个在电脑端我们也可以把刚才这个区域给隐藏掉。我们点击一下它，同样点击高级，在桌面隐藏也是一样最后回到我们手机端，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区域。设置这个区域怎么设置？我们点一下这6个点，我们先点一下它，点击样式，样式这个 heading 的位置，我们点击 top 它会移到上面的文字，但是文字有点大，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文字改小一点。我们往下面拉 title 点击排版，我们拖动一下字体大小，把它稍微改小一点，比如说13差不多。然后后面这个查看全部产品，这个有点大我们按钮的字号，我们点击 button 这里有个排版，同样点一下它这里我们改成一个13吧，和刚才也差不多最后我们这个区域就设置好了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电脑端，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端这个区域没有像我们手机端发生更改，因为我们刚才是复制的另外的区域，在电脑端进行一个隐藏。你看，如果说我刚才不进行一个复制的操作，那我更改手机端以后，它样式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样只有这个区块有一点例外了，其他都没我们继续往下面走这个地方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分类，比如说你今天想买一点什么这个分类的样式我们可以设成稍微大一点正方形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一个店长推荐什么的这些区域主要是教大家设置一下这个区域该怎么做至于里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先跟着我操作你后面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再进行更改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来到加第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标题部分。右边的话有个查看全部，我们来设置一下继续往下面拉，点击加号，然后点击第一个弹性和点击下容器箭头向下这个图标，然后在左上角点击加号，点了加号我们搜索一个 heading， 就是我们的标题。拖标题我们需要用这个 motor 的 heading， 就是这个它直接拉进来。
里面的文字信息我们改一下，我们改成比如说你今天想买点什么，或者说店长推荐之类的都没有问题。字号的话，这里有点大，我们可以点击样式，所有更改字号字体都是在样式里面进行更改。然后选择第一个标题 title 的部分，点击排版。字号我们可以改成26哦，因为我设了差不多。粗细你也可以改，比如说粗细改成900，或者改成700。粗细比如说改成200，它就会很细。改成比如说600的话刚刚好是差不多。再点击内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链接，链接的话同样我们可以搜索 SHOP。如果说有人点击这个文字，那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商店的页面，显示我们全部的产品。下面还有一个按钮，按钮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查看全部。右边你可以看到查看全部这几个字出来。下面这个链接接到哪个地方，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 SHOP， 就是我们商店的链接。当有人点击查看全部这个链接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商店页面，显示全部的产品。那我们来增加下一部分区域，就3列。同样我们点击加号，点击网格，我们选择这个3列，这次的话刚刚好。因为这个的话和我们上面的这个区域的话，它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只是说它的背景变成了正方形，上面的话是长方形。这次的话我们改成正方形，文字的对齐方式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不用重新做，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键复制，在下面的话第一个框上点击右键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我把里面的文字信息更改一下，比如说家电标题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改成厨房工具，改成你的主推的信息。描述的话，你可以对你这个类目进行一下阐述。马上购买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文字信息你都可以改，立即购买都没有问题。同样，我们需要更改一下背景图片，我们点击 Media， 点击选择图像。这些图片的话，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都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放在我的 Google 网盘里面，大家可以直接下载来用这3张照片点击打开。我们先把第一个厨房用品的点中选进来，它大概显示的就是这个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顶部样式，这个 banner 的对齐方式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那我们可以点击居中，让它居中一下。最底部的对齐方式也是点击居中，让所有的都是处于一个居中的方式。高度这里我们可以改，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改成300呀、400呀、500呀都没有问题。你想大一点的话，你就改成400、370应该差不多。还是一样是，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我们看第二个内容，我们更改一下文字的颜色等等。我们把颜色的话，先把它改成白色吧，统一为白色，看起来比较简洁。我们点击这里白色直接把它更改一下。第二个区域也是一样，颜色改为白色。第3个按钮的颜色我们也一样的改一下，点击这个 Extract Option， 点一下它，然后文字的颜色更改为白色。我这几个区域都改好了。这次这个按钮的话，它的样式我们可以更改它的样钮，我们往下面拉，还是在这个内容里面往下面拉这里个按钮的皮肤，也就是这个意思。它里面有很多类型，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来试一下。比如说我选择了 Ghost， 它大概看到就是这个效果。那后面2个的方式都是和刚才一样，我们需要复制一下它，然后在上面点击粘贴第3个的话也是进行粘贴。它的这3个的间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还是点击样式，我们点击内容，这里有个 spacing， 也就是间距我们可以比如说改成10，你可以更改一下文字与下面的一个距离，我改成20都没停。我觉得10的话应该差不多，它默认的话应该这个距离也是可以的。那第二个都是一样的，点击样式，你可以把间距一样的点击内容更改为10也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复制然后放在第1个上面粘贴样式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3个的样式就会进行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更改它里面的背景图，比如说我选择第2个，还是点击内容点击这个 Media， 把第2张图片的话给换进来，换成第2个。第3个是一样的，点一下它以后点击内容，点击 Media， 把第3张的大帅哥给换进来。然后接下来需要更改一下文字上面的，更改一下里面的文字。所以第2个的话叫做我们的玩具，我选择第2个以后点击内容标题这里我们更改一下，
啊，下面的内容都可以改。第3个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服装的，同样点一下它，在标题这个区域改一下就行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手机端的显示效果。手机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窄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先选择第一个，点中第一个以后，我们点击样式，样式这里高度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高度我们改成一个320啊，差不多了，就已经覆盖我们整个区域。另外2个都是一样的，点击右键复制啊，另外2个也是一样的啊，点中它以后点击样式，高度改成320，第3个一样的样式，高度改成320，那感觉这个区域就没有问题了啊。再看一下平板电脑端，平板电脑端显示的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看上面看不到文字啊，你也可以来更改一下，点一下它，高度的话我们来试一下，往上面挪那么一点点，在235左右合适。那第2个是一样的，改成235，第3个也是，好，可以了，现在没问题。如果说这个字太大，在平板端，那你也同样可以改一下字号就可以了，点击内容里面进行更改就可以了。点击内容，同样我们的标题的排版就是 title 排版，字号的话你可以来设一下26啊，刚刚好，或者再小一点吧，24。第2个也是一样的，点一下它，点击样式内容排版这里改成24。如果说还是有点超，那你再小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原理都是一样，大家依次设置就可以了。最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已经完成完成好以后，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右上角发布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制作下面这个区域的部分。下面区域的话一共有6个，可以展示我们更多的店铺分类，比如说家居、鞋子、手机玩具等等。然后同样我们一样来操作，点击加号，这次还是网购，我们选择这个3列，选3列以后，左边这个列数我们改成6就可以。点击加号，加号这里我们搜索一下 image， 那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box，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个 Mota image box， 那我们要的是这个拖到第一个里面来，拖进来我们更改一下它的图片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个是家具这文字我直接改成一个家具。左边这个图片我们点击选择图片，把我们相关的图片的话都给传进来。图片的话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直接在视频下方，那我放在我的Google网盘里面，大家点进去下载就行了。第一个，比如说是我们的椅子加进来。好，下面我们往下面拉这个区域人家点了以后，它会跳转到我们的家居的分类位，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创建好，那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可以复制一下我们的网站的首页，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的 W， 先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来新建一个我们产品的分类。我们点击这里产品这里分类点一下，点了以后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这里是个家具，点击这里，如果说你有图片，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进来，就是我们刚才家具的图片。点击一下增加分类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查看，我们可以获得我们获得家居的分类的地址，获得地址以后，我们直接粘贴到这个位置来就可以了。这里连接选项我们可以选择在新的窗口打开，我们点击样式，这里有个间距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改成10，下面的文字离我们上面的话稍微近一点。我们还可以给图片的话加一个圆角，让它看起来更舒服。圆角我们比如说我们设成一个6给大家看一下。四周的话看起来更圆润一些，这样更有设计感。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细节，后面都是一样的，我们直接复制就可以了。标题这个字号我们可以改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字有点大，这里标题 title 排版，我是改成24，让它稍微小一点。这样第一个区域设置好以后，后面都是复制一下它，在第2个上面粘贴，第3个也是粘贴，第4个粘贴，第5个、第6个都是粘贴。粘贴好进来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点第2个，把里面的图片更改一下就可以了。那后面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所有的图片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去视频下方描述里面下载就行了。后面的话改成对应的下面的文字也需要改，我们点击第2个是鞋子，我们就改一下，第3个是手机等等，后面的话把全部改完，最后一个是一个耳机这样我们这个区就改完了。
而上面这个区域我们也可以让它圆润一点，就刚这个图片我们点一下它，同样是样式，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内容啊，同样的这个上面的我们可以改，我们点击它以后点击样式，点击这个 banner， 而下面这里我们可以改成，也可以改成6，可以看到它这个圆角的话就要舒服一点啊。第二个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改成6，第三个也是拉到最下面改成6，我们收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区域的话，这里有点圆润上面是3个大图的分类，我们重点推荐的品类下面的话可以显示更多的细分类目，还是点击这个三角把它收回来，我们继续往下面做。这只是电脑端的显示效果，接下来我们点击顶部中间手机端，我们来更改一下手机端的显示效果。手机端的话，这里显示有点多，我们可以让它只变成2列，我们选中整个区域列数，我们改成2。它会显示2列，这样的话就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因为这下面的品类可能不是我们重点推荐的品类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小一点，看一下平板端没有问题。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字太大，你可以把它字稍微改小一点就可以了，或者说你也可以点一下它，把它改成2列，或者说改成3列吧。一行在平板电脑端一行显示3个，显示4个等等都可以，根据你的内容的多少来进行一个更改。全部设好以后，也是点击回到我们的 PC 端，点击发布就可以了，进行一个保存。再往下面走，可以显示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精选产品、最新产品、热销产品等等。那这个里面的话，它系统的话会自动调，比如说你最近上新的产品，它会显示到这里。精选产品你可以手动去选，哪些产品是你主推的，你可以把它标记一下。等一下我都会教大家操作。那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部分。同样点击加号，点击第一个弹性口容器，我们选择箭头向下的这个。同样点击左上角，我们搜索一个 listing， 第一个就是这个 Water Products Listing， 拖进来。拖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内容的话，会自动的调用进来。但是中间这个区域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空白，什么都没有。那我们需要进入网站的后台去手动设置一下。同样，我们先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网址，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可以先来大概预览一下。同样点击左上角 W， 可以回到后台。回到后台又点击产品，全部产品里面，如果说哪些是你的精选产品，那你可以看到右边有个星号，我们把它点上，星号点一下。第二个的话，星号我们再点一下，点了它以后，它会旋转一下，加载一下，大家要等一下。这样我们这里设置好，我们再回到 Elementor 页面，我们点一下发布。发布好，我们刷新一下它会自动就把我们刚才主推的一些产品显示到我们中间的 C 位区域，也可以看到它已经加载进来了。上面的文字，你如果想改成中文也可以，我们点一下它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改成最新产品第二个区域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第二个是精选产品，我们把上面改成中文。第三个也是热销产品全部的话都可以进行更改。它距离我们上面有点近了，我们同样把间距设下6个点，同样点击高级。类距的话，我们改一下，先点一下这个链接距下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距下50，距上的距离可以改成40，这是左改错了，距上的距离我们改成40让它离我们上面的话稍微远一点，10到600看起来会舒服一些这里可以了点一下这个收回来。全部设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发布一下。我们首页的大概的样式都点击右上角这个眼睛，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我们首页。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现在首页长这个样该有的部分已经有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上传产品，上传产品以后，它会自动填充到对应的区域。然后下面的底部还有我们顶部的导航栏等一下的话我都会来教大家制作。下一部分呢，其实有一个区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博客。因为作为一个网站，那我们可以写一些文章文章发布到我们网站里面，一旦被 Google、被百度收录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免费的流量。所以说，作为一个电商网站，文章这个区域的话，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文章区域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博客怎么样来做博客页面呢？我们先选择这边这个页面，然后选择新的页面我们来建一个博客的页面。到时候后面的内容会集合到这个页面，点击博客右上角发布一下，发布好以后点击 W 回到我们后台，点击最底部设置阅读，这里文章页我们选择刚才我们设置的博客页，这里一定要选，如果你不选的话，你后面的话展示不出来
选好左下角保存要点一下。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进行写文章。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文章，写文章。第一个顶部的话就是我们的标题部分，我们可以直接把标题写到第一个区域。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翻译插件，我点一下它，它会自动把我这个区域的话改成翻译成一个中文。那这个插件的名字叫 DEPL，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翻译的话非常的方便。下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这一段我们可以复制过来粘贴进来。如果说第一个区域你想把它加粗，那你可以选中一下，这里有个加粗，点一下它会加粗。再看下一个区域，比如说这个区域我们复制一下，同样的话粘贴到这个位置，粘贴到这个位置我们选中它，点击这里有个段落，我们段落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引用，点了引用以后你可以看到就和它这个显示的有点相似了。再往下面区域的话，你还可以插入你的视频。那如果说你想把你油管的视频复制过来，很简单，我们点击右键复制我们视频的地址，这里好，来到这里点击加号，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个YouTube，然后就是它，点进来，把我们的油管视频的链接嵌入进来就可以了。这下面的其他内容的原理的话都是一样。写文章其实倒挺简单的。这里点击加号，你可以增加很多内容，比如说你可以增加列表、代码，可以插入引文、插入表格都没有问题。你插入进来，你要几行几列进行一个创建就可以了。还有加号，你也可以上传图片插入音频、插入封面插入文件、插入视频都可以。总之，左边的功能很多，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多去好好研究一下。文章写好以后比如说我们插链接怎么样？我选中这个区域，这里有个链接，你想把你的链接连接到哪个网站？比如说我的网站有风.com，我复制一下它，把这链接粘贴进来，点击一下这个提交就可以了。人家点了它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我的网站。这里有个编辑链接，我们点一下，也可以设置在新的窗口打开，保存一下。右上角它会自动保存。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查看，你可以先在新的标签中预览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了个链接在这个位置，我点一下它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刚才设置好的网站里面来。那现在网站有点单调，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图片进来，就像我们最顶部，比如说你卖的是扫地机器人、吸尘器，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复制一个吸尘器。如果英文不好，我们来翻译一下。我们用 AI 来生成一张吸尘器的照片，先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以后，我们可以打开，比如说 Midjourney， 或者说 Leonardo AI。Leonardo AI 的话，它是一个 Leonardo AI 每天可以免费生成照片。进来以后，你可以用你的注册一个账号，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就可以。然后直接把提示词来到后台粘贴进来。下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型，你的图片什么模型，不同的模型它生成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左边往下面拉比例，你可以调一下，比如说我改成16:9，直接点击生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它会根据我们刚才提示词生成照片。你想生成多少张，这里也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要生成4张，我点一下也可以。Leonardo AI 的话，它每天会送你150分。那你每生成一些照片，你可以看到右边它会显示消耗了多少分。用完以后你明天再来，那你又有140，又有150分。当然，现在目前市面上目前来说最好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叫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它是一个收费的一个软件，最低的话是需要70块钱一个月。如果说你还没有 Midjourney 账号，那你可以去注册一个。如果是或者说你可以去合租一个，合租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可能没那么稳定。如果说你想合租，那我在视频下方也放了一个 Midjourney 的合租按钮，大家可以去合租一下，新手可以先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创建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吸尘器的照片，点进来，右边比例我改一下，改成16:9，改好以后直接按一下回车，然后它就会进行一下生成，这里会显示生成的进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Leonardo也帮我们生成了吸尘器。Leonardo他可能有一点没有理解到我的意思，还是说我这个单词可能用的不对。那么换一个单词来试一下，再来生成一下。这边 Midjourney 我也来试一下，或者我直接把它整个标题都复制一下，叫它根据这个标题来帮我们生成一下照片。
有时候如果说你做网站的时候找不到图片素材，找不到一些比较好看的，那你就可以用 AI 来帮你生成一下。同样，如果说里面的文章你不会写，那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文字 AI 工具的话，应该就是 ChatGPT。来到 ChatGPT 以后，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请帮我写一篇关于什么什么样的文章发送给他。GPT 它会根据我们的主题直接帮我们生成文章。你看，生成的速度和效率还是非常的快。比如说如何选择适合的机器人这些文章的话，有人可能会在百度里面进行搜索。搜索进来以后，这种搜索的目的性都很强，他可能就是需要买这种机器人，来到你的网站，你的网站里面又可以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如果说他觉得合适，可能就会下单。写好以后，你只需要把这个文章复制一下，来到你的网站页面把里面你觉得不需要的东西删掉，反贴进来就可以了。你看，这样一篇文章就写好了。标题再写几个，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想的标题不是很好，比如说现代家庭必备神器，解密机器人的优势，我们复制一下，把上面的标题的话给更改掉。我们里面也需要一些图片，那如果说你是 GPT 的会员版本它可以直接生成照片，再帮我生成几张配图，比例为16:9，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照片。GPT 的功能非常强大。它不仅可以帮我们生成照片，还可以帮我们识别图片。你可以把你拍好的照片发送给他，他会直接帮你识别图片上显示的内容等等。你看，直接帮我们生成好了。生成照片或者识别图片的，你需要 GPT 的会员才可以。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会员账号的，有风之前做了一个教程，就是教你怎么样从 GPT 的免费版升级到 GPT 的付费版。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张照片不错，我可以点击右上角把这个照片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下载下来以后，回到我们的文章页面，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区域插入图片直接把刚才的图片拖进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配图的话，我们整个页面的话也是图文并茂，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刚才 Midjourney 或者类人，我们看一下这个 Midjourney 其实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它生成这个效果感觉像我们用照相机拍出来的，非常的真实。Leonardo AI 也可以，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照片满意，那你可以点击这个下面下载，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Midjourney 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喜欢这张照片，我点一下它，你可以点击右键，或者这里有个下载按钮，直接下载就可以。这里也可以点击保存，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Leonardo AI 我也随便保存一张，点击这个下载，把它下下来。然后同样回到我的文章页面，我可以在另外的区域插入刚才我们用 AI 生成的文章。第3个区域，那我也可以来插一张。总之现在 AI 的话功能非常强大，可以瞬间生成一篇文章，插入图片，图案并茂。做好以后，右边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点一下去。点击右边这里文章这里我们可以文章分类，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分类，比如说必备神器家居用品等等，点击一个新增分类。这里标签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设成机器人吸尘器等等。设好以后按一下回车，右下角。这上面还有个设置特色图片，特色图片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案例文章博客页面，你可以看左边第一张照片就是我们的封面图，封面图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特色图片。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可以从我们刚才生成的图片里面选择一张作为一个封面图，然后点击设置特色图片。这样的话，我们的文章的话就已经基本上设好了，点击右上角发布一下就可以了。发布好以后，查看文章，点一下它会跳转到我们文章页面。比如说现代家居必备神器第一张就是我们的大图下面的话是我们刚才用 AI 写的文章配上了一些比较漂亮的图片。当然，如果说你在实际生活中写文章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改一些用你的口吻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也是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设下一个区域。作为一个电商网站，帮助中心还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帮助中心的页面，在帮助中心页面，你可以设一些常见的问题等等。当你的顾客的话，他就可以查看一些你平常比较经常问到的问题，可以集中放到这个页面里面来。
看一下这个模板图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网站。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右上角，它有个帮助中心。它的帮助中心的话，大概的话是长这个样。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制作好它相类似的页面。首先你可以来到你的网站，然后点击左上角 W， 可以先回到你的后台。回到后台，我们点击左边有个 Help Center， 就是帮助中心，点一下它。在设置之前，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分类。我们点击第3个分类，分类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可以第一个设置订单与购买，或者账户退货退款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比如说，我第一个叫做订单与购买，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话还有一个小标，关于你这个区块的一个小标。图标的话，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站叫做 Flowbyte， 刚才都给大家说了你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它下面会出现对应的一些图标。这里随便，比如说我复制一个比如说这个我 copy 一下。在这里有个 SVG code， 我们直接可以粘贴进来。粘贴进来后，直接点击新增分类。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分类，比如说账户退款政策等等。来设置我们的第2个，比如说叫账户。账户的话，那我也可以来到这个网站来找一个类似于账户这样的一个标。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这里就随便选一个。大家在实际做的时候，可以花点时间去好好找一下。第3个是比如说退货退款。同样，我随便先选一个标，也是一样，粘贴进来，新增分类。分类做好以后，我们会左边这里有个文章，我们点一下文章，那我们就可以来写文章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随便点一个区域，点进来以后，它会来到具体的一个相关的页面，比如说怎么样取消订单等等。我们也可以来写增加一个增加标题改成怎么样取消订单等等，直接粘贴进来。下面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内容。你可以直接复制进来就可以了。这些内容的话，你可以用自己写也可以用 AI 帮你写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可以来到 GPT， 我叫 GPT 帮我写，比如说我在 WooCommerce 里面如何取消订单，那 AI 的话会帮我们写一个。可能我们可以选择里面刚才用 AI 帮我们生成的一些文章，我们直接复制，然后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要访客的话，它就会。当然这个肯定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更改，我这里只是演示。如何取消订单，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到订单与购买，然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写更多的文章，比如说怎么样付款方式等等。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Add New， 又可以写的新的文章。这个比如说我叫如何增加付款方式，把它里面的内容直接复制一下。接下来你也可以用 AI 帮你翻译比如说我把这段话复制进来。拿到最底部，我说翻译一下，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用其他的翻译软件，你在翻译的时候的话，那可能它表达出来没有那么本地化。这个时候 AI 的翻译功能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可以叫 AI 帮我翻译一下，并符合比如说某某美国的表达方式等等。它翻译过来后，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更改了。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它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可能是需要进行更改的。你看它这个毫不相干大家学到这个方法就可以了。改好以后点击发布，右边的你放到哪个区，比如说我放到账户里面也可以，点击更新就可以了原理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点击这个文章呢，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有写的文章在文章上面，比如说你点击这里快速编辑，你可以快速把它分类到其他页面，或者快速更改标题都没有问题。点击一下更新，或者说你可以设置一下密码只有用这个密码的人才可以访问这个页面都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写文章方法。那还有一种写文章方式，我们再教大家。我们点击这个New，那我们可以用 Elementor 来编辑我们的文章，那可以让我们的文章页的话，可能看起来的话更好看。大概类型可以变成这个样子。还有，那我们来怎么做呢？还是顶部和刚才都是一样的。我们先写个标题吧，如何退款。点击一下先把这个要分到哪个类目里面先选中，就点一下发布。点了发布以后，我们这里点击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来到这个页面以后，我们点击下面这里加号，这里弹性和我们选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两列，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部分。这个区域，比如说我点一下它，显示比例，比如说左边我显示宽点65，右边的话当然就是35%。这里面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加号，增加一个文本编辑器，直接拖进来。拖进来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写文章了。我们可以把你需要的文章复制进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右边的话就可以适当留白，它不会把我们整个页面的话全部拉满。或者说右边的话，你可以加上一些图片啊之类的都没有问题。这个也这里是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的一种方式。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按钮。那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那我们的帮助页面的内容已经设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建一个帮助页面的首页。帮助页面的内容已经建好了，但是承载我们帮助页面、承载我们的帮助内容的页面还没有。接下来我们来建一个，我们点击左上角的 W， 然后点击左边页面新的页面，这页面的名字我们可以改成帮助中心。下面的话有些选项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往下面拉。第一个是我们的 Head Section， 我们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选择这个 V12， 这个模板自带了很多样式，那你们在后续设置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哪一个更符合你的品牌的感觉。那背景顶部的背景我们改成透明，隐藏标题我们这里改一下，把它勾上。我们的内容距我们顶部有没有我们选择 No Spacing， 就是让它距我们顶部的靠近一点。全部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发布按钮。发布好，接下来我们点击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来设计一下这个页面。因为刚才我们在首页的时候，我已经教了大家 Elementor 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怎么样更改字体大小，怎么样加图片，怎么样使用容器等等。那相信你们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所以说这次在制作这种帮助中心的时候，那我直接就帮大家准备好了这个模板，大家可以把这个模板导入进来就可以了。那这个模板的下载地址的话，我放在我的 Google 网盘里面，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大家打开 Google 网盘以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页面，我们点进来。那大家进来以后会看到我这里有个模特电商网站，那我会把我今天用到的所有素材还有页面都放在里面。大家进来以后点击这里有个页面，点一下。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把这些右边把它全部下载下来就可以。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全部下载，把这些我们今天等一下后面要用到页面全部给下载下来。或者说你返回到这个区域，在页面的右边这里有个下载，我们点一下可以把整个文件夹给下载下来。下载你得到的大概一个显示样式是这样的，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等等。底部帮助中心的 Help Center 现在要用到的是 Help Center 这个 JSON 文件。来到 Elementor 以后，我们点击中间这个增加模板，点击我的模板等一下我们上传的所有模板都会显示到这个位置，然后点击右上角的上传，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这个 Help Center 这个双击一下导入进来，这个勾打上不再提示，点击继续这个时候它会这里的话已经插入进来了。我们点击右边这里有个插入，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区域，点了以后我们点击这里选择默认。你选了默认以后，你看它这里会出现出来。这里显示多少列？比如说你显示2列，你改成2；你显示3列，你就改成3。3列的话比较好看，我们默认用3列就可以了。这上面的文字你可以改成中文，比如说我点一下它，来到右边，因为我用这个插件，我可以直接点一下它，它会把这个文字直接翻译成中文。下面的区域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中文就可以。那下面每个区域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点一下它，点到对应的位置以后，你把上面的英文的话改成中文就可以了。下面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帮助中心等等等，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更改。这些都很简单，那大家可以花点时间稍微去更改一下。改好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发布按钮，发布按钮我们点击这个眼睛看一下，我点到下面对应的文章页来看一下，比如说如何退款这个页面。点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顶部突然它就没有我们刚才的底色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底色，那怎么加呢？我们点击 Help Center 帮助中心，那么怎么改呢？首先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首页，打开首页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那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页面，先点这个眼睛预览一下，随便点开一篇文章看一下。那我们顶部的话，这里没有底色，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底色，那怎么加呢？这左上角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点了自定义以后，左边我们选一下有个帮助中心的 Help Center， 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布局方式，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那右边如果说没有显示，那不用管它。这里有个顶部的布局方式，我们点一下。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Header V12，那不同的模板可能会有所不同。
点击这里返回一下，我们再点击这个搜索区块，把这里设好以后，我们先点一下返回，我们再选择第3个搜索，搜索这里有个背景的透明图，我们更改一下，我们把它这个文本的颜色我们选择 dark 黑色，那这个背景颜色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点一下它，颜色我们可以改成这个色，我们先用吸管把它吸一下这个颜色，吸好以后，我们这里直接粘贴进来，这个背景色我们设好了。这个距离我们可以来拖动一下，所以我改成150100距顶部多少呢？那你可以自己来设一下，比如说我改成150，全部扫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我们再下来随便刷新一下我们刚才设的页面，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的已经成功了，我们刚才加了背景色已经没有任何问题。那整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已经来设计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下一个页面，下一个页面叫做关于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在这个页面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在关于我们的页面你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背景等等。同样我们用模板来直接导入，可以加快我们的进度。还是在我们刚才的页面，我们需要先退出一下，点击左上角这个hamburger图标，点击退出到 WordPress， 退出来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 W 先回到我们的后台，同样点击页面新的页面。这次的页面的话，名字我们可以改成叫做关于我们。同样下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 header section， 我们也统一用 V12。隐藏我们的标题同样需要把它勾上，就这个点一下勾上，勾上以后点击这里是右上角发布一下。发布好，我们点击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点一下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同样，这次的话，我们也是直接导入我们刚才下载好的现成的文件。我点击这个加号，同样点击我的模板，点击右上角上传，选择文件。这次的话，我们选择 About Us， 那相关的下载链接，我有空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最好先把这个下载下来，装机一下。这里有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直接点击插入应用。里面的文字的话，信息你们都可以稍微更改一下，点到这上面之类的，你可以手动这里更改一下。我们相信后面这里有个 BI class hidden-xs， 这个 BI 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帮我们换行。你看，如果说我把这段给删掉，它会显示到一行来。所以说这个 BI 这个标的它的用处的话，就是进行一个换行。下面这里面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下面什么样之类的。那你可以改成你的公司口号你想换行的话，中间插一个 BI 这个标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下面有个图片，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图片。点了它以后，左边有个点一下，这里有个项目背景图片，我们可以来更换一下。我们可以选择图片，你可以上传一张你们公司团队的照片，或者说你可以来到一些免费的素材，比如说 Pixabay 它里面有非常多好看的照片，你可以随便选一张把它下载下来，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点到还有点击右上角下载就行了。那我在 Pixabay 上面随便下载了一张照片下来，因为 Pixabay 上面这些图片的话都没有版权，那我们可以随便用。放弃我可以随便用，没有任何问题。把图片传进来，点击选择这个区域，你看我们如果说你真的团队的照片，你可以直接放到这个位置。下面的话内容的话你都可以改，你可以直接把它翻译过来也没有问题。那后面的这些内容都可以改，下面都是一样的。在这里你可以插一个你们公司的发展历程，比如说某哪一年之类的，你只需要点到对应的区域，左边的话就可以进行更改。拉到最底部，你可以选择一下你们的团队的照片，比如说第一个团队的照片是某某某谁是谁，那你可以把他头像的话给加进来，更改一下他的头像就行了。这下面也是你可以你的公司架构之类的都可以加。总之这个页面已经帮大家设计好了，大家直接来调用就可以了。全部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的发布，那我们整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就已经制作好了。关于我们制作好了，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页面就是联系我们的页面。在联系我们的页面，你可以提供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公司地址、联系方式你还可以放一个表单，在这个表单里面，人家可以提交一些相关的问题进来，那你们可以在后台进行回复，来设置一下这个页面。同样，我们这里保存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右上角的发布，再点击左上角的3条杠，退出到 WordPress， 再点击左上角的 W 点一下。回到后台，同样点击新的页面，
新的页面，这次我们也一样改一下，改成联系我们。同样下面的我们要统一 header section， 我们还是选择 V12隐藏我们页面的标题也把它勾上，发布一下，发布好以后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这里同样点击这个中间上传，点击右上角这个上传，把我们的模板文件上传进来。这次我们要用到的是 Contact Us 联系我们页面，联系我们的第二个点击插入应用一下。如果说你做的是中文，你可以点一下它，更改里面的内容，把它改成中文，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里面的所有内容我们都可以直接翻译一下。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填入我们的电话号码。点到它以后，这里有个可以改成联系电话。下面的话填入你的公司电话等等。这里的话你直接输入你的电话号码。第二个的话都是一样的。后面的内容你都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改。这个区域的话，比如说你的公司总部在哪里，后面的地址你可以改一下。如果说你有实体店，那你的店的地址在哪里，你可以设到这里。下面的话，社交媒体的一个联系，社交媒体的地址，那你可以点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对应的，它会出现以后，比如说第一个是IG 的账号，那你可以改成油管的没有问题。那比如说你改成一个油管的，这个标的话你需要改一下，点击图库，你可以搜一个 video， 或者搜个有图，点一下它，插入一下，把这个标的话插进来。你下面的话需要提供一下你的链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把我们油管的首页地址复制一下，回到这个页面，在这个井号，我们把这个井号改成我们频道的首页的地址就可以了。那下次别人点了以后，它会自动进行跳转。我们点击预览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拉到下面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设的油管地址，我们点一下它，你看它会自动跳转到我的油管频道的首页。下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点一下这些内容，可以直接进行翻译都没有问题。我期待收到你的来信。这里有个未找到联系表单。也就是我们刚才也就是我们要制作的这个页面，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下。那我们需要先回到一下 WordPress 后台，我们随便点击一个我们的首页，然后点击左上 W， 回到我们后台。回到后台以后，我们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点一下，联系，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增加新表单。在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填入一些内容。我们可以改一下上面的标题，叫做联系我们。来到我们刚才下载这些页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的 form， 我们点开它一下，点开它以后，我们复制一下，把这个页面把里面的所有的代码的形式，我们把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以后，回到这个页面把这里面的删掉，粘贴进来，最后点击左下角的保存。点到保存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你有一个短代码，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段 Ctrl+C 复制一下。然后再回到我们 Elementor 这个页面，点一下它，我们把这个短代码的改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设置的表单的话就设置成功。访客进入我们的这个页面，然后提交他的信息以后，我们后台的话就可以收到顾客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建议给我们或者说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得到。全部收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发布，把这个页面发布出来。好，现在我们可以来我们的首页来大概看一下。现在我们首页制作好了，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些页面都制作好了，但是我们顶部要让它显示出来。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增加菜单菜单怎么增加呢？我们先回到点击左上 W 回到后台又点击这下面有个外观点击这里菜单，然后这里我们需要新建一个菜单，比如说我们顶部的菜单我们可以改成一个主菜单，等一下它会显示到这个区域。我们再设置一下，我说叫主菜单，点击创建菜单。创建菜单以后，你需要把你要显示到主菜单上面的一些，左边你可以选择哪些内容要显示在主菜单上面，比如说我的首页、博客、购物、帮助中心、订单查询、联系我们等等，这几个我可能需要显示到我们的首页。选好以后，点击增加子菜单。它会显示过来。接下来最下面这个显示位置，我们一定要把它勾一下。第一个 primary mailing 和 second mailing， 我们把这个选项选上以后，点击保存。保存以后，接下来我们来首页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我们的菜单的话已经显示出来了？如果说你想更换位置也可以你直接上下挪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让这个菜单变成某一个菜单的2级子菜单，那你可以放在它后面一点。那如果不想放，那往前面移一点就可以了。改好以后点击一下保存，这是我们的顶部菜单。当然，我们底部菜单的话也需要，我们现在底部是空的。最终我们设计好我们底部菜单，它显示的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来设计一下。这上面我们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菜单。因为下面的话我们一共有3排4排，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建4个菜单列表。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建立。比如说第一个叫底部菜单1。点击创建菜单，在左边你可以这里查看所有，比如说第一个菜单你需要加哪些内容，比如说关于我们帮助中心联系我们博客等等你可以自己来加，点击一下保存，选好以后点击增加子菜单，增加子菜单还再点保存第一个建了，我们再来这里点击创建菜单，我们再来建一个这个我可以改成菜单2。比如说第二个菜单，我可以放一些顾客账户的一些信息，还是点击查看所有，先点击创建菜单左边这里查看所有，我们可以一下，比如说我的账户中心、商店、结账页、购物车等等加过来，同样也是点击保存再创建一个新的菜单，这个菜单我们改成菜单3建的方式都一样。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个 WooCommerce 的一些，就是我们电商插件的一些功能，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同样先点击创建菜单一下，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显示选项，这里还有产品的类别等等，我们把产品的类别加进来显示，点了它以后，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产品的类别比如说我们店铺里面销售哪些产品呢？你可以把它增加过来，主推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订单地址付款方式、注销、忘记密码等等，也可以加过来。加过来以后，点击保存更改。这样的话，我们菜单建的，我相信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建菜单了。对，这个都非常的简单。我们顶部这里还有一个超级菜单这个的话，我们也需要来单独建立一下同样这里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菜单，我们这里可以更名一下，说改成一个超级菜单，同样点击创建菜单。这里菜单设置这里要注意一下，我们显示的位置，这里选择category menu 就是这里，这个一定要勾上以后点击保存菜单。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轮播图空隙有点大，那我们可以把它离上面稍微改一下，改近一点。先来到我们的后台同样点击页面，我们选择所有页面，所有页面我们选择最下面这里首页，我们点击编辑一下。编辑一下，我们下面拉这里有个距离顶部的距离，我们改成一个low spacing， 点一下发布一下就可以了。发布好，你可以看到这个距离的话，它就已经往上面走了，那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顶部的样式那我们也可以统一更改一下 head section， 我们改成一个 V12点一下保存。保存以后，我们在首页来刷新给大家看一下。这次你可以看到我们首页的顶部的显示方式已经更改了，已经变了。那我们顶部的 section 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点击 head V2，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样式点一下保存。那我们来刷新这一页给大家看一下，也可以看到我们顶部的区域它已经更改了。这边你选择不同的区域，它显示出来我们顶部的话就会略有不同它一共的话有12个模板，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顶部的话，这些内容的话略有一些重复，我们需要来修复一下。我们先回到后台点击外观，这里有个这里菜单，这里我们选择这个主菜单，我们先选择一下，确定一下选择主菜单区。选择主菜单，要我们拉到下面这个 section menu， 那我们把它去掉，再点保存。好，现在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刚才多余的部分就已经去掉了。那接下来我们左边的话是空的，我们要设置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超级菜单。那我们把这里面的内容给丰富起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这种类似于这样的超级菜单。这里我们选择超级菜单，选择一下，在超级菜单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的类别，比如说我们有平板、笔记本，我们可以给它增加进来。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产品的类别，你可以点击这个显示选项，这里有个产品类别，把它显示出来。
啊，它就可以显示我们对应的产品。那我们可以上下拖动一些，移动它的位置。我们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分类，这里有个倒三角，点一下，这里有个 Mega Menu， 我们点一下它，来可以设置一下它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需要先启用一下超级菜单，把这个启用一下。那这个 Model 它的类型我们用默认就行了。宽度我们可以来改一下，宽度我们可以改成自定义。啊，我们这里设成870的话可以。啊，设好以后点击保存更改。第3个 icon 我们的图标我们可以来制定一下。图标我们这里可以选一下，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 SVG code 这个图标，就是我们顶左边这里面这个显示的图标。可以来到这个，我们可以来到 Flowbyte 里面。啊，里面你可以复制一个你想要的图标，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图标，我复制一下它，把这个代码直接粘贴进来。这个图标的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来改一个，比如说你可以用红色、绿色，那蓝色都没有问题，黄色都可以。那文字的颜色呢？这后面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成白色。啊，弄好以后点击一下保存，首页来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加图片，还是点击 Mega Menu 点一下它。这 Model 的话，我们可以改成，当我们刚才这里面设置好以后，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下左下角保存，保存后点击这个叉，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页面，点击左下这个保存，保存以后我们在首页刷新一下，那你大概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加的一个背景颜色，还有我们的图标会显示到这里。那除了显示背景图标，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换成像这样的一张图片也没有问题，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平板电脑，比如说我们这个区域，点击这个下，点击这个倒三角，还是点击这个 Mega Menu。比如说我们来更改我们的第2个笔记本电脑，还是点击一下它，然后点击 Mega Menu。同样这里需要启用，不过这次我们这里模型我们选择 Grid， 然后右下角我们这里选择增加1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图片的。我们要设置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有2行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边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这个区域的话，大概的话就是这里。然后我们可以拖动更改一下左右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左边的话改成45%，左边的话我们可以加文字啊，我们选中点一下左边，我选择这下面一个 Mega Menu Item 项目，那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标题进来，选中它以后点击增加进来。你可以看到，它标题的话会自动加进来。再点击这里倒三角，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显示的文字信息。比如说，我可以改成文字，改成新品。新品啊，它跳转到哪个链接？那你可以把网址的话直接复制过来。比如说，我随便复制一个啊，复制。当有人点到这个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如果说你想让它加粗一点，我们这里选择一个 bold， 啊，这个文字就会进行加粗啊。加好以后，我们点击保存更改。那以此类推，我们同样可以增加更多的进来啊。方法的话都是和刚才一样啊。这里我可以改成其他的热销产品，或者说改成你的主推产品啊。这里链接的话，同样你可以设一个链接进来。这里面同样的，你比如说可以选择 bold 啊，跟它加粗一下啊，点击一下保存。保存好以后，我们先把整个页面关了，最底部有个保存菜单，保存菜单我们来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增加的内容啊，它会显示到这个区域。它这个背景，比如说笔记本前面，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图标啊，放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图片也可以啊。同样，我们回到这个区域，笔记本这里点一下它啊，同样点击这里有个 Mega Menu， 这里有 icon 图标。那我们这次啊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选择图片，可以上传一张我们电脑的图片进来，选择保存一下。啊，首页我们刷新看一下，啊，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前面它已经加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但是接下来我们设置右边啊，我们右边的话也是有一些内容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来。如果说你想在这2个区域中间来加一个空格，让它们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也是可以增加的。还是点击这个 Mega Menu， 同样先选定一下左边这个区域，点击这一个一样的。同样把这个 heading 的话增加进来，我们倒三角点一下。这次的话，这个我们可以选择 empty， 就是空啊，空的话就代表什么东西都没有。点击一下保存，保存好以后我们收起来，把它直接拖到它们中间，相当于给它们空格一下。点击一下保存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一页面。刷新好以后，你可以看到它中间呢就会留一个空啊。有时候如果说你想分开的话，就可以这个样子。
那右边的菜单区域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我们选择左边这一个，我们先点中一下这个区域，选择左边啊，最后一个，点击增加到菜单啊，它会跑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倒三角我们可以点一下，显示的数量就是我们刚才这边右边这个，你要显示多少个？比如说你要显示3个、6个、9个，那都没有问题。那这里的话就是设置，比如说我要显示9个，我这里设置9，显示6个，你就设置6。选好点一下保存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限制改成3，我们把这个数量改成3，啊，再来刷新一下，啊，你可以看到啊，这里的话它就只会显示3个，因为这里我们还有个没有分类的，它就会显示这个。啊，未分类的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我们来到左上角 W， 然后我们点击产品，这里可以分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这里有个未分类，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点击编辑，我们来编辑一下它。这里可以改成一个，假如说叫店长推荐，那下面同样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进来，作为特色图啊，更新一下。我们再来到我们的首页，给大家刷新看一下。我们再放到第2个，你看我们刚才是不是设置好的啊？它会显示到这个位置。那如果说你把这里的数量改成4、改成5、改成6都可以。改好以后刷新一下，而上面我还可以给它加上文字，比如说店长推荐之类的。保存一下，保存以后我们再刷新看一下，也可以看到上面的话它就多了一个店长推荐。下面如果说你想显示更多，那你这里可以往下面拉，这里限制保存一下，比如说我设成6，再来刷新一下。啊，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设置好了。当然这里面的话还有一种显示方式，大概是这个样子，它的图片的话稍微要大一点，那我也来教大家设置一下。它显示的方式有2种，那我们先把这个区域关了，比如说我把刚才第一个平板电脑，我点一下下拉，它还是点 Mega Menu 点进来。这 Model 的话，我们同样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叫 Grid。宽度的话，我们这里可以设一下，比如说870，这里我们也可以改，它也可以不用改。这里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产品进来，比如说我们这里产品类别用，比如说还有家居，我们可以把家居的话也增加进来。增加进来以后，同样点击这里有个倒三角，这里点击 Mega Menu。点进来，首先第一步还是先把这个启用一下啊。第2个我们选择Grid，第3个宽度我们选择自定义啊，可以改成一个870吧。这个图标的话，比如说有家居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图片，我们可以把我们家居的图片，刚才我们已经传进来了啊，就这个椅子啊，选择一下啊，保存更改，再点击个 Mega Menu 啊，这里增加一行，我们选一下啊，拖动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例，比如说。左边我们改成35%吧，右边的话就稍微宽一点。啊，左边我们可以把这下面有个 Mega Menu 项目，我们把它的 Heading 我们的标题的话增加进来。啊，先增加之前我们先选中它，选中它以后再点击增加进来啊，它会加进来。那里面的文字的话和刚才一样，我们可以改一下新品家居之类的。链接的话你可以不加，你可以帮它当做一个标题，如果说你不加链接的话，选项的话我们可以改成 Label 啊，这样的话它只是一个展示啊，不能点击。那改好点击左下角保存。那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我们右边怎么显示。我们需要在左边这个 Mega Menu 来选。这次我们把这个banner这个加进来增加进来，我们需要增加进来之前，我们需要先点中我们右边，点击这个banner增加。它会跑到我们右边来，点击这个倒三角，我们点一下，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需要显示的图片比如说我加个图片，这里的话可能是正方形的，我们的厨房用品加进来，这里标题我可以改成一个家居，按钮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查看更多等等，下面的话你可以填入你的产品的地址，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产品的地址，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把我们的产品地址直接粘贴进来。这下面的话可以点击加号，第一个的话就设好了。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图片需要展示方法原理一样点击这里，点击增加，增加好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第2个产品也加进来，同样更改图片，比如说第2个是耳机，下面我可以改成耳机，还有按钮你要不要显示都可以。改好以后收起来，收起来保存更改，我们来在首页来刷新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的第3个超级菜单。如果说你在这里没看到也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这个叉把全部关掉，点击最下面有个保存菜单，点一下保存菜单点了以后，我们这边的话就看得到了可以看到我们第3个设置好的，比如说
我们的新品家具，那右边的话还有2个菜单。那如果说因为上面这个查看更多我们设有链接，我们点击它以后，它会跳转到我们对应的产品页。大概的话设置方法一样。如果说你想加更多图片，直接再继续在里面添加就可以了，都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添加。右边这里。现在的话，我们首页的话大概是长这个样。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那把我们左边的话，你可以增加更多的产品进来。增加的方式都是增加到我们这个超级菜单里面来。你可以新建更多的产品分类在产品里面这里分类可以建更多分类，都可以加到这里面来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Shop， 就是在我们的购物页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产品页面还需要怎么样优化。来到购物页面以后，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我们点击左上角自定义，来到自定义页面，我们拉到左边，这里有个 Header， 点一下它，然后顶部有个 Header Layout， 我们来把我们顶部显示更改一下。同样，我们顶部选择了 Header V2，你点到它以后，右上角顶部的话会进行更改，和我们首页的话进行统一。里面有很多模板，你们都可以去试一下。比如说我点 Header V3， 那它会显示的可能是绿色 ，Header V4 可能是其他颜色等等。但是为了颜色统一，我们还是统一选 Header V2。在我们的顶部，你要显示些什么内容左边这里你可以勾起来。比如说，如果说你不想要搜索框，你把它关掉，顶部的搜索框就没有了。我们这里还是把它打开吧。总之你需要顶部显示哪些内容，在这里的我们进行一个开关都可以。然后我们在左边返回一下，往下面这里有个账户，我们点一下。在账户页面，这是最顶部，我们如果想取用哪些东西，都可以把这上面那个都给勾上。勾上以后，如果说右上角它这里没有进行一个显示，那说明可能这个样式的话它有些不支持，那你可以换一个样式，那它上面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个样式返回一下 Header Layout， 这次我们选择其他样式来试一下。比如说我刚才选的 Header V5，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有这个愿望清单，那它可能显示方式的话就会不一样。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这个布局方式。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发布按钮，发布一下。那同样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手机端，那你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机端的话大概长什么样，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在电脑上查看手机端的效果呢？我们点击右键，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增减检测一下它，点到以后，在右上角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它可以在电脑端和手机端进行切换。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滑动看一下，在电脑上我们就可以直接查看我们手机端展示样式。顶部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手机展示的方式。在左上角这里 Hamburger， 我们点一下它，这里面显示的内容要怎么显示，那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改的。这个菜单的更改位置，我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以后你们需要更改的话，回到我们的自定义页面，还是这个 Header 下面有个 Hamburger， 就是这个汉堡包。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在你这个区域你要显示什么内容。比如说我只显示主菜单的内容，这里你可以进行更改。这个更改的话，它只会影响我们手机端的展示方式。更改好，你可以点一下发布。发布好，你可以在手机这个页面的刷新一下。下次可能你更改的话，它就会实时显示在这里面。那在顶部就是这个区域的显示方式，我们也可以改。我们可以先返回一下，再返回一下，返到最初的状态。我们点击在 Shop 商店，然后再有 Page Header， 就是我们商店的顶部你要怎么显示。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第2个标准，可以在里面的话来加一张图片进来也可以。这里的话目前还没有图片，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张照片，选择上传，那你可以跟它加一个背景图片。比如说我把这张图片加进来。本期用的所有的图片素材我都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去我的 Google 网盘里面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加进来以后点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点击右上角这个叉，我们先关掉，再点击这里 Shop 购物，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话，它就会被加载进来。它的高度显示多少，你可以直接进行拖动。这个地方没有实时显示也没有关系，有时候可能加载的问题，你刷新一下，没准它就显示出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底部。我们现在底部菜单的话还非常的空，
底部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来把底部菜单加进来。首先我们需要点击左上 W 回到我们网站的后台，然后点击模板，点一下模板，最顶部这里左上角点入导入模板，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的底部文件，这里有 footer section， 那就是这个文件，大家一定要从我的网盘里面先下载下来，选择一下它。现在点击现在输入，点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footer section，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进行一下编辑。然后我们这里选择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这里面你想显示什么内容，那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更改。比如说这上面，那你可以选择一些，你可以把里面的文字信息那都可以改掉，比如说多少天退货啊，你可以改成比如说30天无理由退换货啊，什么客服之类的，7生意24小时客服在线啊，多少包邮之类的，安全支付这些信息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更改。下面的菜单显示方式，我们点一下这个 B， 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第一个我可以选择底部菜单1，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菜单。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它，这里有个底部菜单2。第三个同样的选一下它底部菜单3等等。最后一个如果你不需要，最后一个的话你也可以，比如说随便选一个吧，它都可以进行更改。下面的话，这里有一些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点一下这个区域。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么多，你可以把它删掉。你把你想要的图片传进来可以比如说这个项目，我点一下，那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图片。比如说我们右下角这个图片显示的一些，比如说支持什么 PayPal、支付宝、Visa 卡支付，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小标加到里面来。直接点击左边选择图像，把我们的图片传进来就可以了。点击选择，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就加好了。左边的文字你也可以改，这个版权什么所有，你这里都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品牌信息写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说我这里写个有风版权所有。右边这里有位置的话，你可以增加一个联系方式，可以写一个电话之类的，那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下面的话，这里有个表单，那表单这个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点击邮件，可以把它删除掉。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网站里面增加一个邮件营销系统，可以来收集我们访客的邮件列表。那里面这些社交媒体的链接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我先选一下这个，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第三个，比如说已是油管，可以把我们油管的首页地址同样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链接这里，设置在新的窗口打开就可以了。那一旦有人点到它以后，你看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油管首页。我们底部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计完了，更改好以后，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发布一下。发布好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区域的话增加到我们页面里面去。我们先点击这3个条杠，退出一下当前页面。我们需要回到我们查看站点，来到我们的首页。现在你看还没加进来，没关系。我们点击左上角自定义。好，左边的这里有个 footer， 我们底部我们选一下。如果说你点到这里，你看你选不上，那我们还需要再设置一下。先回到我们后台，点击模板，这底部这里有个 footer 构建器，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新点击 add new， 那我们可以命名为 footer 底部，然后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点击中间这个导入，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我的模板插入进来。我刚才不是有个 footer section 吗？直接插入进来，应用一下。好，点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页面，我们刷新一下。刷新后，同样点击 footer， 这次我们就可以选择，你看这里选择 footer， 我们选择我们底部发布，你可以拉到最底部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里已经添加成功。同样，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拉到最底部，你可以看到底部的菜单我们已经增加成功了。接下来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的网页里面嵌入邮件营销系统。为什么要嵌入邮件系统？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做的是独立站，那你肯定希望能二次触达到你的顾客，因为有很多顾客第一次来到你的网站，他不一定会下单，他可能对你的网站感兴趣，但是过2天他可能又忘记你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主动联系上他呢？是邮件营销。如果说我们能做好邮件营销，那收集到访客的电子邮件，那我们以后的话就可以通过邮件营销系统
批量的给他们发送邮件，比如说我们今天上新了，今天搞活动了之类的。那国外的邮件营销使用频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如果说做独立站，邮件营销已经要重视起来。那有风之前做了一期，我之前做了一期关于怎么样进行邮件群发，怎么样进行邮件营销的一个视频。那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你想详细学习怎么样做邮件营销，那你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本期视频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嵌入邮件营销系统之前，首先我们需要邮件营销平台。那我用下来比较好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工具叫做 GetResponse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第一步进来以后，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邮件营销平台的账号GetResponse 你来到首页以后，点击这里一个创建免费的账号，那你可以进行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在30天以内，你可以使用它的全部的付费的功能，可以先来体验一下。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注册。注册好以后，我们需要登录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点击右上角登录先进入我们的后台，来到 GetResponse 后台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工具，我们这里选择 Form 按字Forms 弹窗大概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下它。如果说你之前还没有接触邮件营销，没有关系，你可以先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一下。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有风之前做的比较详细的邮件营销教程。好，然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创建以后，我们可以选择你这个弹窗，因为我们刚才因为等一下我们的邮件收集邮件它是一个弹窗的列表，当你在我们的首页浏览了一会儿以后，比如说你可以设置3到5秒以后，这个弹窗它会自动弹出来。你可以给访客一个优惠码，以交换它的邮件列表等等。弹窗的方式有2种，第一个是直接弹出来，就像这样；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把它固定到你的屏幕的，比如说左下角、右下角。但是我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直接进行一个弹出来。点击下一步，我们选择第一个，点击下一步。它里面的话内置了很多这种弹窗的模板，那我们可以先点击这个按钮来预览一下我们弹窗。比如说这个弹窗长这个样子，当访客在我们首页滚动的时候，我们的首页它会弹出这个框来，提醒买家输入他的用户名输入他的电子邮件，你再给他一个优惠码之类的都没有问题。预览完，如果不需要，我们点击右上角关闭。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的样式，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吧，就用第一个吧，使用这个模板。当然它里面也有空白的模板，如果你想自己建就用空白。用它内置的我们就选这个，点击使用这个模板。这里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模板长什么样，那里面的内容你点一下它，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更改。如果说你做的是独立站，那这里面是英文的就不需要改了。第一个是名这个字段我们点一下，这名字需不需要必填？如果不必填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关掉；如果需要必填，我们把它勾上。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邮箱，这个的话肯定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主要目的是收集它的一个邮件。总之左边这些内容我们全部都可以在右边进行一个自定义修改。同时你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这个手机，你可以看一下在手机端这个弹窗的显示效果，还有它的一个字体、字号大小等等。你可以回到电脑端，而且这里还有个 Thank you 配置，就是当它把邮件输入好以后，这里会显示一个感谢的页面，大概的话有2个页面。当里面自定义的功能你觉得你已经设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下一步，这里选择你的受众哪些人会弹出这个框来比如说我们只对新客进行一个弹窗，或者说全部人都弹窗，我建议大家只对新客。在哪些设备进行显示，比如说电脑端弹、手机端弹，或者2个设备我们都选择弹。国家我们可以选，比如说来自于美国的我们才弹出这个窗口，或者来自日本的我们可以选一下默认的话它是全选，还有保存一下。这下面有个中间的话还可以针对电商的一些平台，比如说 Shopify 它可以设置但是今天我们使用的 WordPress 这里我们用不到，我们选择第3个触发器这个触发器有什么用呢？就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这个弹窗会从我们的首页里面弹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它可以选择在它浏览，比如说浏览3秒以后这个弹窗它会弹出来。
或者说在它要退出我们这个页面的时候啊，也可以弹一下，或者说在它滚动到我们整个屏幕，我这个屏幕不是可以进行滚动吗？当它滚动到多少的时候，这里也可以。啊，默认的话，我觉得一般选择是当它观看完多少秒以后啊弹出来，我们选择第一个，比如说3秒保存。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时间，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可以设定一下具体的时间。啊，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你把这个插件安装在你电脑上，安装到以后，你点一下它，它会把这个页面的话进行一个中英文对照的翻译啊。这样你如果英文不好的朋友啊，你看起来就比较方便。设好以后，直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然后再点击下一步。好，下一步这里会填入你的网站的网址，你准备在哪个网站进行弹窗？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啊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就我复制一下我们刚才的网址，粘贴到这里来，粘贴进来以后，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获取一段代码，把这个代码放在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里面来。我们点击这里，获得一个代码，然后复制一下这段代码。我们需要把这段代码放到我们网站里面去，然后放到哪个位置呢？我教大家操作一下。首先，我们先回到我们的网站后台，点击这里有个外观，这里点击主题文件编辑器。在编辑之前的话，它提醒的就是你更改里面的内容啊，可能会影响你网站的结构。所以说，大家在更改之前，你最好先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复制一下，备份一份啊。如果说等一下有出错的话，你把原来的备份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啊。这里我们需要更改的一个位置是我们选择这个 header 点 php， 也就是主题的页眉，就是我们最顶部啊。我们需要把刚才的这段代码放到这里有个 head 和这下面也有个杠 head， 就是放在这两个 head 的中间，上面一个 head 啊，随便找个位置啊，那我们比如说放到最后 head 的上面粘贴进来，点击左下角更新一下文件。好，这里我们已经加进来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先把这个点叉把它关掉，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发布，保存发布。好，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发布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来测试一下，看它会不会弹出来。我们先在一个无痕模式里面来试一下，打开我的首页，大概的话等3秒钟左右，这个弹窗的话它会弹出来。你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弹窗啊已经弹出来了？有时候它可能加载的话，可能需要点时间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人在它里面，说明的话我们这个已经设置成功。那访客的话，它可以流入它的邮箱，那它的名字，点击一下提交啊，这里会有一个感谢的页面，它可以把它关掉。我们可以来到我们 GetResponse 的后台，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收集到的邮件列表。那这里我们来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刚才这个页面刷新一下，这里已经有一个了，是不是？点了多少次，浏览多少个，那它会显示进来。那这里有个具体的报告，我们点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联系人。邮件营销的话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学习一下有风之前做的邮件营销的教程啊，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接下来邮件营销系统已经接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了啊，后续的话我们可以用 GetResponse 进行一个设定一个啊，我们可以在 GetResponse 里面设定一个规则啊，比如说当他注册好我们的邮件列表以后，系统会自动帮我们发送一封邮件到他的邮箱里面。然后后面我们哪天搞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后面设置一个邮件群发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设置。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到我们 WordPress 后台来给我们的页面的话加一些编栏。编栏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人家来到这个页面以后，它可以进行一个筛选，按价格筛选，按评分筛选，或者说按品牌进行筛选啊。现在我们这个页面还没有，我们来加一下。那首先我们第一步点击外观，外观这里小工具点一下，在小工具里面，我们现在设置我们的第一个，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收起来、关起来。我们产品的页面，我们来增加一个筛选的功能啊。我们选择第一个 Catalog Sidebar， 点一下它。然后点击中间的加号，然后我们可以搜索一个 filter， 就是一个筛选。我们选择第一个 Meta Products Filter， 那里面的话你也要进行哪些筛选，我们来可以标题我们可以比如说改成筛选，然后这里增加一个过滤，然后这里选择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按价格可以筛选，还可以增加一个同样第二个还是
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按住，比如说按评分进行一个筛选，或者说按我们的比如说产品什么型号之类的属性进行一个筛选。比如说我们按属性，比如说我这里选一个处理器，那下面的属性我们也可以选处理器。继续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按住点击继续增加一个。我们还可以按品牌进行筛选。那品牌的话，我们这里选择最后一个产品品牌，这里还可以加，反正里面你可以加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我还可以按评分进行筛选，评分的话，我这里选择这个 rating 就可以了。全部加好以后，把它收起来，更新一下。我们来到我们产品分类页，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筛选。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价格进行筛选，你直接可以进行一个我们可以按照价格进行筛选。我们可以按住品牌，比如说你要选华为、小米等等如果说你这里面有，那它都会显示出来。然后我们再点到我们的单品页来看一下这个单品页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还是回到这里，我们选择这里的单个产品选一下它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输入一个 box， 就是选择这个icon box。那这个标题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个产品在它产品的底部这里有一些小标，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要设置的一个位置内容现在的话，你看我们下面的还没有，我们就是现在来加它下面的一些内容。这些小的细节有时候你可以显示你的快递信息、你的一些优惠活动等等。这里比如说我改成一个免费的退换货等等项目我会点开一下你在里面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小标。那同样我们可以来到 Flowbyte 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当前的小标比如我随便选一个粘贴进来。这个标的颜色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灰色吧这个标题区域我们暂时不需要。这个标题区域上面内容我们把它移到下面，移到这个文本这个区域来后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个查看详情人家点到这个产品以后，它跳转到哪个链接，那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要随便设一个跳转到这个链接，比如说你可以跳转到你一些退换货的一些政策的页面这个链接全部设好，点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刷新给大家看一下。也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是设置的页面已经有了第二个的同样的下面的话，你还可以增加更多的内容。同样点击增加 box item 里面更改一下。图标的话，你也可以来到这个网站随便复制一个粘贴进来。图标的颜色还是改成灰这次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改成3到5个工作日，3到5个工作日送达，查看详情加上你的产品链接等等都是。同样点击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再来刷新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设置好的内容是吧，已经显示到这个位置这个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设置。比如说我们点到这个查看按详情以后，让它跳转到我们这个发货与退货这个区块，那我们要怎么样进行设置呢？你可以在这个区块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监测，点一下它。比如说你想让人家点了这个以后跳转到下面对应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下面区域我随便设个，比如说我要跳到中间这个评价这个区域，那我们可以在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监测，点一下它以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href 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以点一下它，你把最后这一部分的话复制一下，复制好以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比如说人家查看这个详情这个链接的位置，你粘贴到这里来更新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把这个页面关掉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因为我们刚才设的是此商品免费送货退货，点了它后面的查看详情以后，它会让它跳到我们那个评价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设成功没有，点击查看详情你可以看是不是它会自动滑到下面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的设置方法都一样，你点击右键可以查看找到它的链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博客页的边栏，先打开我们的博客页看一下博客页边栏右边的话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同样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先把它收起来，这下面也收起来，我们选择这个博客 blog sidebar 就是博客，来点击加号，这里的话我们来搜索一个 popular， 点一下它把它加进来。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文章，我们来更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效果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右边它会增加我们这个边栏这个文章文字你可以改成中文或改成热门文章
这个文章要显示多少篇，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数量，设好以后刷新一下，你看它会更改一下。当然这里还可以增加的内容很多，我们点击加号，比如说你还可以增加你的社交媒体的链接。我搜这里有个 Meta Social Link， 这里面的话你可以填入你比如说你油管的一个地址等等，填进来以后点击一下更新，上面的其他地址你都可以填一下，你只需要把你频道首页的地址填进来后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有4个油管，对，我们点一下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频道的首页这里的话已经跳进来，说明设置成功。好了，兄弟们，我收风。同样还可以加其他的，加任何你想加的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还可以增加一个产品分类列表，我点一下它可以比如说把我们的店铺分类的产品加进来，更新一下，我们在这边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是吧，在我们的博客页也会可以直接点击一下跳转到我们的购物页，因为我们写博客的目的还就是为了给我们电商网站引流，最后达成一个成交。最后的话其实还有一些细节调整你可以打开我们任意网站的页面，然后点击左上角有个自定义。基本上我们首页里面或者说我们产品页里面，不管是任何页面，你要改的一些内容都在这个自定义里面可以更改。比如说我们顶部要改什么内容，底部博客页面，或者说我们电商页面要改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更改。比如说我们先点到我们博客页面你的点到博客页面以后，你这里也点击 blog， 那在博客页面呢可以更改一下我们里面显示的一些样式。比如说我这里随便选一个，你可以看到顶部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更改，同样我们可以统一一下，改成我们的 V2这就是我们的博客页面发布一下。现在的话还有个 logo 我们还没改，我来教大家改一下。我们先返回一下，返回以后我们点击 header 顶部，这里有 logo 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图片，你可以把你的图片选择进来，或者说你直接用文本也可以。这里改成你的 logo 要显示的文本，比如说我改成有风，它会自动加上来发布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访客在我们的首页它的下单的流程。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在你正式推广你的独立站之前，你需要确保你整个网站的结账页面是流畅的比如说我们需要以这个产品来为例，我们来演示一下。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平板电脑，访客来到这个页面以后，他可以点击这里增加到购物车，这上面的话会直接显示购物车，你可以去结算。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直接购买也没有问题。来到我们的下单页面，的话这里可以填入它的一个邮件的地址，访客的话填入它的收货地址，比如说中国大陆地区，它的名字、它的姓它的城市等等。这个地方有个电话可选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要买东西，这个电话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必填。我们怎么样更改这个内容呢？同样一样的是在我们自定义页面进行更改。来到我们的自定义页面，你可以点击返回，我们可以随便先点到一个产品，我们点击这个 shop， 随便点到一个产品来，点了我点击左上角返回，这里有一个往下面拉有 WooCommerce， 那里有个 checkout， 这里有结账，我们点一下它，点击结账以后，我们在底部你可以在编辑器中根据活动主题对结账页进行一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最底部这里在编辑中，然后来到我们结账页面，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上面的文字你可以改，比如说左边你需要哪些信息，比如说电话，我们点一下电话这个区域右边你可以看一下电话我们改成必填就可以了。那其他信息把这个电话改成必填就行了。改好以后记得点一下保存。下次买家在这个地方，下次买家在这里结账的时候他的必须要填电话号码才可以。这里也可以，如果说你有优惠码，你可以输入你的优惠码，比如说我最开始设了一个温迪10就可以优惠10美元，也可以看到这里减了10美元等等。买家他可以直接在这里，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创建一个账户，在我们的商店里面创建一个账户，他可以直接在这里设一下密码，他可以直接在这里再设一个密码。付款方式你可以选择，比如说 PayPal、微信、支付宝但是在设微信、支付宝之前，需要你整个网站已经全部启用，已经全部设好了，你到时候再去 Stripe 里面进行提交，不然的话你提交的话是通过不了的你这个就开通不了。总之就是在你网站全部搭建好，整个页面已经配置完成以后，再去 Stripe 的后台开通微信和支付宝。
这里我作为一个演示，我这里选择货到付款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流程。因为如果说你用其他需要进行一个真实的支付，我选货到付款就可以了，点击下单。这里的话，比如说我选的美国，如果你把这个国家的话改成其他国家，它下面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一个配送的地址，那是因为我们在后台设置运费模板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地址加进来。那你可以回到你的后台，点击这里 WooCommerce， 你可以进入你的后台，点击设置。点设置好以后，我们这里需要点击配送。在配送这个区域，你需要把你需要配送的区域给加进来。如果说这个地方你没有加进来，它就会显示这个区域没有可用的物流方式所以说在我们正式上线之前，你需要把其他地区，如果说买家下单的地区不在你的地区之内它在我们后台的话是没办法进行下单的。比如说我这里选的北京，但是我后台的话没有把北京区域这里没有这个区域还没有设置好我们的配送类型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你就下单不了。你点击下单以后它会显示没有可要配送的，因为我们在针对中国的配送我们还没有设置好。但如果说你把这个改成美国，因为我们刚才后台的话美国已经设好了，随便选择一个州，比如说我选的美国，那美国就没有问题。可以选择运费，这里选择一种配送方式等等，可能运费要收20块钱，我们选择货到付款，点击下单。你下单好以后，它会自动用你刚才的邮箱帮你注册一个账号，同时生成你的订单，你的订单信息都会显示到这个位置。同时你的邮箱里面你会收到一个邮件，比如说感谢你的惠顾，某某某已经收到你的订单了。这时候作为卖家的我们可以来到 WooCommerce， 点击左边这里订单，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有人付款的一个订单，我们可以点进来查看一下详情。这个时候你可以根据他的地址安排发货了。当你货已经发完以后下面会显示具体的信息。当你货发完以后，你这边状态正在处理，你就可以改成一个你可以退款已完成都可以已完成以后点击一下更新说明我们这个货的话已经发成功同时买家他又会收到一封邮件，说明你的订单已完成。这里他又会收到一封邮件。如果说访客他想查询他的订单，怎么查呢？顶部这里有个订单查询，可以点一下。这里有个 ID， 订单的 ID 在哪里找？他可以在他邮箱里面找到。比如说他的订单 ID 是井号0249，然后把订单 ID 粘贴到这里来，点击一下查询。下面的话还需要输入他的一个邮箱号，需要这2个同时满足才能查询。再点击一下查询，你可以看到他的订单信息就会显示出来，还有他的账单地址、配送地址等等。好了，这个就是本期教大家制作电商网站的全部教程视频非常长，大家一定要有点耐心。你可以分几天慢慢的看。如果说你一次性看不完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3个点，你可以点击保存，先把它保存下来。保存以后，你下次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历史记录，或者说 Watch Later 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你刚才稍后查看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视频，或者说你可以订阅关注一下有风这个频道都没有问题。本期用到了很多工具、很多链接这些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谢小伙伴可以打开这些链接，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一下做网站的话，更多的是实操大家一定不要光看。当你操作一遍以后，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容易简单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